2025年1月底，希腊爱琴海上那座全世界最浪漫的岛屿圣托里尼忽然开始疯狂地震，不是摇一下两下，而是一天摇几百次，一摇就是好几个星期。到2月初，短短10天之内累计超过7700次地震。2月5号晚间更来了一次规模 5.2 的强震，是那一整轮地震活动中最大的一次。希腊政府几小时后就宣布圣托里尼进入紧急状态。到2月10号，地震次数已经突破12000次，而且这一天又来了一次规模 5.3 的，比之前的还大。欧洲与地中海地震中心的秘书长博苏公开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紧张起来的话。他说，正常情况下，地震序列应该是先来一场大的，然后余震的震级和频率随时间递减。但圣托里尼的情况恰恰相反，震级在随时间增大，频率也在加快，这意味着最大的地震可能尚未到来。你想想看，一座以蓝顶白墙和爱琴海日落闻名全球的旅游胜地，忽然变成了地震学家口中前震序列的可能候选，已经有超过11000人从岛上撤离，机票和渡轮票抢购一空。而圣托里尼脚下是什么？是一座仍然活跃的火山。这座火山在大约3600年前曾经发生过一次史诗级的大喷发，那次喷发被认为直接摧毁了欧洲最早的先进文明之一米诺斯文明。甚至有不少学者认为，柏拉图笔下那个一夜之间沉入海底的亚特兰提斯，原型就是被这次喷发毁灭的克里特岛文明。而1956年，圣托里尼附近曾经发生过规模 7.5 到 7.7 的极浅层地震，在临近的阿莫尔戈斯岛东南岸掀起了高达25米的海啸，圣托里尼岛上至少53人罹难。所以你明白了吗？这不是一般的地震，这是一座沉睡了几千年的巨兽脚下在翻动。而且你知道圣托里尼这座岛到底是什么吗？你去那里旅游的时候看到的那些美丽的悬崖峭壁、白色的房子、蓝色的圆顶教堂，其实都建在一个巨大的火山口边缘上。整座岛就是一个火山口的残骸。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这里发生了一次规模可能达到火山爆发指数6到7的超级喷发，喷出的火山灰覆盖了整个东地中海地区。那次喷发直接把岛的中心部分炸成了粉末，海水灌入，形成了今天你看到的那个美丽的火山口海湾。而距离圣托里尼仅100公里的克里特岛上，当时正处于鼎盛时期的米诺斯文明，被海啸、火山灰和随之而来的气候变化彻底摧毁了。这是人类有记录以来最早的一次文明被自然力量终结的案例。有意思的是，古代文献中对这次大喷发有过许多隐晦的记载。有学者认为，圣经中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天降十灾的描述，比如天空变暗3天3夜，水变成血色，蛙灾虫灾接连爆发，这些都可能与圣托里尼火山大喷发造成的气候和环境灾变有关。而柏拉图在对话录中描述的亚特兰提斯，那个一夜之间沉入海底的伟大岛国，至今仍有大量学者认为其原型就是被圣托里尼喷发所毁灭的米诺斯文明。更有趣的是，希腊神话中赫菲斯托斯的火山锻造之火、宙斯投掷的雷霆闪电，以及各种天火降临的描述，有没有可能就是古人对火山喷发伴随的地震光现象的记忆呢？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个猜想值得留在心里。好了，回到现代，2025年初，圣托里尼地震的恐怖之处在于，科学家非常清楚这座火山仍然是活跃的。上一次有记录的火山活动发生在1950年，而地下的岩浆房一直没有冷却。如果地震活动是岩浆在地下重新运动的信号，那么事情就远比地面上的摇晃要严重得多。虽然希腊地震学家后来表示地震活动有减弱趋势，但他们同时强调绝不能排除更大地震甚至火山活动的可能性。希腊政府已经在圣托里尼设立了逃生港，让渡轮可以在灾害来袭时紧急疏散群众。一座旅游天堂正在为可能到来的末日做准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天空中出现了那个东西。但真正让这件事从地质新闻变成全球热搜的，不是地震本身，而是天空中出现的东西。2026年3月底到4月初，爱琴海地区再次发生数次小规模地震。就在这些地震前后，土耳其和希腊上空出现了极为罕见的天空异象。
有人拍到不寻常的光束从地面方向射向天空，有人拍到发光的球体在云层中悬浮移动，更有人拍到一个巨大的光轮廓出现在云层之间，展开的形态酷似一个张开双臂的人形，带着某种翅膀般的光晕。影片在社交媒体上疯传，无数人在影片下面留言说同一句话：末日天使，末日天使。这4个字一出来，整个互联网都炸了。有人说这是上帝的警告，有人说这是外星文明的投影，有人说这就是启示录里写的天使降临的前兆。而科学家们呢？他们摇摇头说，先别急，这东西我们见过，它有个名字，叫做地震光。好，那我们就从科学开始讲。但我先提醒你一句，科学讲着讲着，你会发现它忽然就讲不下去了。地震光这个概念，人类记录它的历史其实非常非常长。在日本古代的一首诗歌中就有这样的句子，大意是地球温柔地对大山说，震动吧，并发出光照耀天空。中国古代典籍《震兆六端》里面写过，夜半天黑之时，忽然天开亮，光明照耀，无一白日，那就是地震要来了。1755年葡萄牙里斯本大地震，远在瑞典教堂里的钟都被震得晃来晃去，那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地震之一。事后哲学家康德就记载说，地震前8天，卡迪斯附近的地面上爬满了从泥土中钻出来的蚯蚓，天空出现了强烈的闪电，动物表现出惊恐不安。1920年，中国海原发生 8.5 级大地震，死亡超过20万人。1975年辽宁海城地震和1976年河北唐山大地震，震前的地光现象极为突出。唐山大地震的亲历者中，很多人都描述了那一道划破夜空的蓝色强光。后来有一部讲唐山故事的电影，名字就叫《蓝光闪过之后》。也有人说看到的是红光。1930年日本伊豆地震时，距离震中70英里外的地方都能看到天空中的异光。1995年日本神户大地震前，居民报告说看到了一团橘黄色的闪光。2008年中国四川汶川大地震前，有人拍到了天空中漂浮的彩色云朵。2021年墨西哥格雷罗地震在墨西哥城引发了天空闪光。2022年1月，中国青海门源发生 6.9 级地震，监控摄像头拍到了一团光球腾空而起，一瞬间夜晚亮如白昼，紧接着地面就开始剧烈摇动。你看，从东方到西方，从古代到现代，从口耳相传的诗歌到高清监控摄像头，地震光一直在被目击。而且你注意到没有，它呈现出的形态千奇百怪，有的像白色的闪光，持续不到1秒就消失了，有的像漂浮在空中的发光球体，在空中悬停几分钟，有的像从地面喷出的火柱，有的像大面积的天空变色，整片天空变成血红色或者诡异的蓝紫色，持续好几个小时，有的像彩虹色的闪烁火焰，有的则像我们今天话题的主角那样，呈现出某种生物般的轮廓形态。科学家们的记录中，地震光可以在距离震中600公里远的地方被观测到，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地表局部放电能够解释的范围。而且有一个非常诡异的发现，在几十年的观测记录中，每当某个地区频繁出现不明飞行物的报告时，过不了太久，那个地区就会发生地震。美国新墨西哥州在1915年到1952年间多次出现不明发光体的报告，2年后该地区就连续发生了4到5级地震。洛杉矶大地震前几个月上空多次出现 UFO， 科学家们后来研究后表示，那些所谓的 UFO 其实大部分可能都是地震光球，是地壳应力积累到临界状态时向大气中释放的发光体。但是你想想看，这个解释本身就很可怕，它等于在说我们脚下的地球在某些时候会向天空投射出巨大的发光物体，而我们至今搞不清楚为什么，也搞不清楚这种投射的机制是什么。但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主流地质学界完全不把它当回事儿。那些教授们翘着二郎腿说都是民间传说，巧合而已。震区的人精神紧张，看花了眼。直到1965年，日本长野县发生了松代大地震，一位叫野水玉的研究人员在元冈地震观测站拍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批清晰的地震光照片。照片上天空出现了明显的红色条纹，
有些像低悬的极光，有些像远方升起的蓝色曙光。这些照片白纸黑字地印在了学术期刊上，科学家们再也没法假装看不见了。1973年，德尔在美国地震学会公报上正式写道，地光现象的存在是确定的。从此以后，地震光从民间传说升级成了科学上已确认的自然现象。好的，承认它存在了，那下一个问题，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这就是故事开始变得有趣的地方了。因为研究了几十年，科学家们提出了至少5、6种理论，但直到今天，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我一个一个跟你聊。第一个登场的是压电效应理论。1970年，芬克尔斯坦和鲍威尔提出了这个想法。你知道压电效应是什么吗？简单说就是某些晶体在受到外力挤压的时候，表面会产生电荷。自然界中有20多种晶体具有这个特性。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石英，2块石英轻轻一碰就能撞出火花，俗称打火石。1块水晶受挤压也会放电发光，俗称放光石。而石英恰恰是地壳中分布最广泛的矿物之一，所以芬克尔斯坦和鲍威尔就说了，如果大量石英在地震时同时受压，而且这些石英沿着地震波的方向排列，那么产生的压强在30到300帕之间的话，就有可能产生每平方厘米500到5万伏的平均电场。这个电场足以引起类似闪电的低空放电现象，地震光就出现了。听起来挺完美，对吧？但问题来了，很多科学家指出，地表的岩石实际上并不会承受那么大的压力，真正的巨大压力发生在地壳深处10几到几十公里的地方，而不是在地面上。压电效应在地表是不太可能产生那种级别的电场的。那地表的空气又怎么会被电离呢？所以压电效应理论只能算是一个有启发性的起点，远远称不上完美的解释。第二个理论是目前的主流假说，叫做正电荷空穴模型。提出者是加州大学的物理学家弗里德曼·弗洛因德。他的想法是这样的，在地震前，巨大的构造应力会作用在地壳深处的岩石上，特别是白云岩和流纹岩这类岩石。这些岩石里面含有一种叫过氧键的化学结构，当压力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过氧键会被破坏，氧气被电离成负氧离子。电离的过程会在岩石内部产生带正电的空穴，这些空穴就像电流一样，沿着岩石中的裂缝和断层一路向上传导。当它们到达地表，接触到空气时，就能使空气中的气体分子电离，形成发光的等离子体。地震光就是这样诞生的。弗洛因德的团队确实在实验室里用高压装置压碎岩石，观察到了岩石可以让氧化物离子化的现象。但问题在于，实验室里压碎一小块石头和真实地球地壳中数十万立方公里的岩石同时受压，这完全是两码事。从一小块石头的实验跳到整个地球地壳的现象，中间隔着一道巨大的鸿沟，而这道鸿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填补。第三种理论叫做摩擦气化模型，意思是大地震发生的时候，断层两侧的岩层会发生剧烈的滑动和摩擦，剪切带的温度急剧升高。如果附近有地下水，这些水就会被加热气化，同时摩擦本身也会产生大量电荷，而水气化之后会让岩石的导电率大幅下降，导致那些电荷没办法及时传导出去，就像堵车一样越堵越多，最后电荷积累到临界点，只能一股脑地释放到空气中，形成一次大规模放电，类似闪电，这就是地震光。这个理论听起来也挺合理，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它只能解释地震发生那一瞬间的光，而大量历史记录显示，地震光有时候在地震前几天甚至几个星期就出现了，地震还没发生呢，断层还没滑动呢，哪来的摩擦，哪来的气化？所以这个理论也只能解释一部分情况。第四种是氡气发光理论。氡是一种放射性惰性气体，目前国际上公认的地震前兆观测指标之一。研究发现，岩石受到挤压震动的时候，氡气很容易从岩石中释放出来，而在大地震前，断层附近的氡浓度可以达到正常水平的5到10倍。有人就猜测，这些大量释放的氡气发生放射性衰变的时候会发光，毕竟各种惰性气体通电确实能发光，霓虹灯就是这个原理。但问题是，氡气具有放射性，
和霓虹灯里的氖气、氩气性质完全不同。大概从来没有人亲眼见过氡气在自然条件下发光，所以这个理论只是纸面上看着有点道理，实际证据基本为零。第5种是气体扩散理论，这个比较好理解，就是说地震的时候，地下的甲烷等可燃气体沿着地面裂缝冒出来，被地震释放的静电一点就住了，产生了火焰般的光。这个理论的好处是简单直观，坏处是它只能解释地面附近那种火焰状的光，解释不了天空高处出现的大面积发光现象，更解释不了那些在云层中浮动的光球和光柱。第6种是地磁电离层理论，说的是地震前后地球的地磁场和地电场会发生急剧变化，这种变化会影响到大气中的电离层，使得电离层出现类似极光的发光效应。电离层在距离地面大约80到600公里的高度，而极光本身就是电离层中的气体被太阳风激发后发出的光。如果地震的电磁扰动能够影响到电离层，那么理论上确实可能在天空中产生类似极光的光。但问题是，地面的地震能量到底是怎么一路传到几百公里高的电离层的呢？这个机制到现在也没有人能说清楚。你看到了吗？6种理论，每一种都有道理，每一种也都有致命缺陷。科学家研究了几十年，到今天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2014年，加拿大魁北克自然资源部的地质学家泰里奥带领团队做了一项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系统研究。他们分析了从1600年到近代65次有可靠地震光报告的地震事件，结果他们发现了一个极其诡异的规律：全球大约 95% 的地震发生在2个或更多板块的边界上，这是常识，对吧？但是 85% 的地震光事件却发生在板块内部，而且特别集中在一种地质结构附近，那就是大陆裂谷。裂谷是什么？就是地球的地壳在某个地方被巨大的力量向两边拉扯撕裂开来，形成一个狭长的低洼地带。这种地震在全球地震中只占 5% 左右，但它却贡献了 85% 的地震光目击事件。泰里奥说，裂谷中那些垂直而笔直的断层结构就像是地下的高速公路，让深处产生的电荷能够高效地冲到地表。而剩下的 15% 的地震光呢，大部分与2个板块互相滑动的转换断层型地震有关，而不是一个板块俯冲到另一个板块下方的隐没带型地震。这又是一个奇怪的偏好。此外，他们还发现地震光更多的出现在地震之前或者地震期间，而不是地震之后。这个时间规律也很重要，因为它暗示住地震光可能跟地震前的应力积累过程有关，而不是跟地震本身的能量释放有关。弗洛因德就是提出正电荷空穴理论的那位科学家，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了一句让人印象深刻的话。他说，如果你住在地震多发区，而你看到了天空中出现奇异的光，那它们也许就是大地震正在逼近的早期警报信号。好了，回到爱琴海，圣托里尼位于什么地质环境？它正好坐落在非洲板块和欧亚板块的交界区域，脚下是一个巨大的火山系统，周围遍布着活动断层。2020年10月30日，爱琴海曾发生过一次规模7的强震，震央在土耳其伊兹米尔省外海。美国地质调查所测报深度只有10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那次地震，整个爱琴海地区都有感，连伊斯坦堡和雅典都感受到了晃动。拥有430万人口的土耳其第3大城伊兹米尔首当其冲，有58栋建物完全倒塌或严重毁损，搜救行动持续了好几天。地震还在希腊萨摩斯岛和土耳其沿海引发了小范围海啸，海水冲进住宅区和港口的画面让全世界都看到了爱琴海的另一面。最终那次地震在土耳其和希腊共造成116人罹难，超过1000人受伤，有107人从瓦砾堆下被救出。那次地震还有一个令人唏嘘的侧面故事。一位土耳其都市规划专家在电视直播中愤怒地说，每次地震挖出来的尸体都是穷人，有钱人都死不了。我有讲错吗？你什么时候在地震中看到过名人、富人、权贵大户的尸体被挖出来？他说的是建筑品质低劣导致房屋倒塌，而住在便宜建筑里的都是普通人。这番话虽然尖锐，但切中了土耳其常年的痼疾。而在灾难之中也有温情。
原本因为地中海主权问题剑拔弩张、互相调兵恫吓的土耳其和希腊，因为双方都受了灾，反而暂时休兵。两国领导人互相致电慰问打气，所以当2025年初圣托里尼开始疯狂地震，而科学家说最大的地震可能还没来的时候，所有人脑海中闪过的都是2020年那次灾难的画面。然后2026年3月底4月初，爱琴海区域再度出现地震活动，天空中就出现了那些影片中的发光异象，被人们称为末日天使。用地震光理论来解释的话，爱琴海的地质条件确实符合泰里奥研究中那个高频发光区的特征，垂直断层密布，火山活动活跃，地壳应力长期积累，来自地下深处的电荷沿着断层系统冲到地表，在大气中形成等离子体，等离子体在风场和电场的共同作用下扭曲、拉伸、变形，恰好形成了一个看起来像人形或者天使的轮廓。而我们人类大脑天生就有一种倾向，叫做空想性错视，意思是我们会自动在随机的图案中辨认出人脸和人体的形状，就像你看云朵的时候，总觉得某朵云像一匹马或者像一张脸一样。听起来可以解释了，对吧？别急，如果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它就不值得我花这么长时间来讲，因为接下来我要告诉你的事情会把整个故事推向一个完全不同的维度。1984年7月12日，苏联礼炮7号太空站，这是冷战最紧张的年代之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地球上剑拔弩张，在太空中也在进行着激烈的竞赛。礼炮7号是苏联太空站计划中最后一座，也是最先进的一座单体式太空站。它在1982年4月发射升空，全长约16米，围绕地球运行。在它的使命期间，先后接待了6批长期驻留的机组人员和多批短期访问人员。但这座太空站的命运并不顺利，它多次遭遇系统故障，包括火灾和电力中断。最惊险的一次发生在1985年，太空站完全失控，温度降到冰点以下，所有系统停摆。2名宇航员执行了一次近乎不可能的手动对接和抢修任务，才将它从太空垃圾的边缘拉了回来。这次拯救后来被拍成了一部俄语电影，但在那次惊险的抢修之前，1984年的礼炮7号上正在进行着一次漫长的常规任务。3名宇航员，指令长列昂尼·德基奇姆、飞行工程师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以及担任机组医生角色的心脏科专家奥列格·阿特科夫，已经在这个狭小的金属圆筒里漂浮了整整155天。太空站里的空间大约相当于一辆大巴的内部，天花板是白色的，左墙是苹果绿色，右墙是米色，这些颜色是专门请室内设计师设计的，目的是让长期生活在里面的宇航员感觉更舒适一些。但5个月的幽闭环境仍然是对人类心理承受力的极限考验。太空站有大约20扇窗户，每扇窗上都装了遮阳板和可拆卸的保护玻璃面板。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那天发生了让所有人都无法解释的事情。忽然之间，一片耀眼的橘色光芒从太空站外部涌入，完全包裹了整个太空站。注意，这个光不是从窗户照进来的，而是穿透了完全不透明的舱壁。在太空中，太空站的舱壁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多层结构，能够抵挡宇宙射线和微流星体的撞击，是绝对不透光的。但那道橘色光就这样穿过了不透光的金属壁，照亮了整个太空站内部。光芒亮到什么程度呢？3名宇航员都被暂时闪瞎了。等视力慢慢恢复之后，他们第一反应是查看太空站是否发生了爆炸或者起火。他们赶紧冲到各个舷窗向外张望，想找到光源。然后他们看到了在太空飞行史上最不可思议的画面。太空站外面漂浮着7个巨大的发光体。据3名宇航员的描述，这些发光体的外形是人形的，有面孔，有身体，有张开的翅膀，有光环，每一个的大小大约相当于一架大型客机，大约25米高，展开翅膀的宽度约60米。它们就那样静静地漂浮在太空站外面，跟太空站保持着同步的速度飞行。最让宇航员们感到震撼的不是它们的外形，而是他们的表情。宇航员们说，那些天使在微笑，而且在这10分钟左右的时间里，
3名宇航员都感受到了一种难以描述的平静和安详的感觉，一种从外部传来的非常舒适的交流感。然后这些发光体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你大可以用长期太空飞行的压力导致集体幻觉来解释。155天的太空生活确实会对人的精神产生影响，但是12天之后，1984年7月17日，联盟 T-12号飞船与礼炮7号完成了对接，3名新的宇航员登上了太空站：弗拉基米尔·贾尼别科夫、斯维特兰娜·萨维茨卡娅和伊戈尔·沃尔克。萨维茨卡娅有一个重要任务，她要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完成太空行走的女性，这是苏联和美国太空竞赛中的一个重要棋子。然而就在这3名宇航员抵达太空站后不久，那个橘色光芒再次出现了，太空站再次被完全包裹在光芒之中。6名宇航员，包括已经在站上167天的3位老成员和刚刚抵达的3位新成员，一起冲到舷窗边。7个发光的天使再次出现在太空站外面，带着微笑的面容注视着窗内的宇航员。这一次6个人同时目击事件，持续了数分钟，然后天使们再次消失。好了，现在长期太空飞行幻觉这个解释就站不住了，因为第2批的3名宇航员才刚刚抵达太空站，他们不存在任何长期太空飞行的疲劳问题。那宇宙射线呢？宇宙射线确实可以在人的视网膜上产生闪光效果。宇航员们经常报告说，在闭眼的时候看到一些光点，那是高能粒子穿过视网膜造成的。但宇宙射线引起的闪光是随机的个人体验，每个人看到的都不一样，不可能6个人同时看到同一个形态完整的画面并持续好几分钟，更不可能6个人同时描述出一模一样的细节。带翅膀的人形有光环，在微笑，大小相当于客机。宇航员们返回地球后，接受了极其严格的身心检查，所有人全部通过，没有任何精神疾病或心理问题的迹象。苏联官方从未正式否认过这件事的发生，只是要求宇航员不要公开讨论。这件事在冷战期间被严格保密，直到苏联解体后才逐渐被公开报道和讨论。而且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1984年在礼炮7号上前后一共有3批宇航员访问，除了上面提到的2批6人之外，4月份还有一批3人来过，分别是马雷舍夫、斯特列卡洛夫和印度宇航员拉凯什沙尔玛。这3个人并没有报告看到天使。有些质疑者认为这是故事被编造的证据，但支持者指出，天使只在7月出现了2次，不是每次都出现，不在场的人看不到很正常。那么 NASA 那边呢？据报道， NASA 的工作人员也不止一次记录到类似的现象，有人观测到不明的发光体从地球方向直接飞向太空，然后迅速消失，形态和苏联宇航员描述的天使有某种相似之处。而且在国际太空站服役的历年宇航员中，也偶尔有人提到过在太空中看到过无法解释的光芒现象，只是大多数人选择不公开讨论这些经历。你想想也能理解，如果你是一名宇航员，你的职业声誉和未来的太空任务机会都取决于上级对你精神状态的评估，你会公开说自己在太空中看到了天使吗？大多数人不会。这也是为什么礼炮7号事件格外珍贵，因为它涉及6名宇航员在2个不同时间点的一致证词。这种规模的目击事件，即使想隐瞒，也很难完全隐瞒，最终还是在冷战结束后浮出了水面。有一个细节值得特别注意，第2次天使出现的时间恰好是新一批宇航员抵达太空站后不久，而这批宇航员中的萨维茨卡娅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使命，她要在几天后完成人类历史上第1次女性太空行走，以抢在美国女宇航员凯瑟琳·沙利文之前创造这个记录。这是冷战太空竞赛中苏联势在必得的一次宣传胜利。而就在这个高度敏感的政治和军事时刻，天使出现了。如果苏联官方认为这件事是宇航员精神失常的表现，他们一定会立刻取消萨维茨卡娅的太空行走任务，把所有人召回地面接受精神评估。但他们没有。萨维茨卡娅在7月25日照常完成了太空行走，创造了历史。这至少说明苏联地面控制中心对宇航员的精神状态并没有真正的担忧，他们可能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那些天使，但他们相信宇航员们的精神是正常的。现在我们把2条线索放在一起，
第一条线索，爱琴海上空出现了被称为末日天使的发光异象，发生在地震活跃期。第二条线索，40多年前苏联太空站外面出现了形态高度相似的发光天使。如果这两者之间存在关联，那么这个关联是什么？如果它们之间没有关联，那为什么相隔40年，相隔地表和太空两个完全不同的场景中出现了如此相似的东西？我们先从可能存在关联的角度来想。从纯科学角度，近年来有一个模型越来越受到关注，叫做岩石圈大气层电离层耦合模型，英文缩写是 LAIC。 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拗口，但它说的其实是一件很有想象力的事情。地震前，地壳中的构造应力变化不仅仅会在地面附近产生效果，还会像讯号塔一样把电磁信号一层一层的向上广播，从地球内部的岩石圈传到大气层，再从大气层传到更高处的电离层。而已经有多篇学术论文用卫星数据证实了这个模型的部分环节。举几个例子，2016年日本熊本地震前大约20分钟，日本密集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接收器网络就在震央上方的电离层中探测到了一个异常的电离层扰动。正常情况下，夜间的电离层扰动会向西南方向传播移动，但那个扰动反常地停留在震央上方，长达30分钟一动不动。研究者推测，这可能是因为地表震央产生的正电荷在吸引电离层中的电子，就像一块磁铁把铁粉吸住了一样。2022年3月16日，日本福岛发生了规模 7.3 的地震，研究人员在论文中报告了与地震同步的水平磁异常信号。这意味着地震不仅仅是地面在晃，它还在影响地球周围的磁场。而且在2008年法国发射的一颗专门用来研究地震与电磁关系的卫星上，研究人员在多次大地震前后都探测到了来自震央区域的异常电磁信号。这些发现都在暗示同一件事：地震的影响范围远远不止地面，它可以从地壳深处一直延伸到几百公里高的太空，而电离层在距离地面大约80到600公里的高度。苏联礼炮7号太空站的运行高度大约在300到400公里左右，你发现了吗？正好在电离层的范围之内。那么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1984年7月12日，礼炮7号恰好飞越了地球上某个正在积蓄巨大构造应力的区域上方。也许那个区域在几天或几周后发生了一场地震，也许它最终没有震，但地壳应力确实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地壳深处的电磁能量通过 LAIC 耦合机制一路向上传导，穿过大气层抵达电离层，在太空站附近形成了某种浓度较高的等离子体结构。这些等离子体在太阳光或者地球反照光的照射下发出了橘色的光芒，包裹了太空站。而宇航员透过舷窗看到这些不规则的发光等离子体团块时，他们的大脑自动启动了空想性错视机制，把这些光团解读为带翅膀的人形。这听起来似乎有那么一丝可能性，但立刻就有好几个致命问题挡在面前。第一，目前没有任何卫星数据或地震记录能够与1984年7月12日礼炮7号的具体轨道位置进行匹配验证。1984年的卫星监测网络远不如今天这么密集，很多数据根本没有留存下来，所以这个猜测既无法被证实，也无法被证伪，它永远只能是一个悬案。第二，即便 LAIC 模型是完全正确的，它描述的电离层扰动通常是大范围的，弥漫性的电子密度变化就像一大片雾气一样，而不是7个独立的、形态完整的、有明确轮廓的发光体。要在太空站旁边形成7个形态清晰的人形发光体，需要的能量聚焦程度和结构复杂度远远超出了目前任何 LAIC 模型能够解释的范围。第三，光芒是如何穿透不透明舱壁的？宇航员们报告说，橘色光芒穿过了完全不透光的金属壁，照进了太空站内部。等离子体的光是电磁辐射，而太空站的舱壁是为了阻挡宇宙射线设计的多层金属结构，可见光是不可能穿过去的，除非那个光的频率不在可见光范围，而是某种能穿透金属的辐射。但那样的话，宇航员的眼睛应该是看不见的。这个矛盾没有人能解开。第四，也是最致命的问题，等离子体为什么会微笑？没有哪个物理模型能够解释微笑这件事。你可以用空想性错视来搪塞，
说那只是宇航员的大脑在随机的光团中强行辨认出了微笑。但问题是，6个人同时看到了一模一样的微笑。空想性错视是高度个人化的体验。你看一朵云觉得像马，我看同一朵云可能觉得像狗。6个人不可能同时在同一团随机的等离子体中看到一模一样的面部表情，除非那些光团确实呈现出了某种具有类人面部特征的结构，让所有人都无法不把它解读为微笑。而如果那些光团真的具有稳定的类人面部结构，那它就不是什么随机的等离子体了。那它到底是什么？科学家没有答案。2022年9月，欧洲太空总署宇航员萨曼莎·克里斯托弗雷蒂在国际太空站上拍到过一张著名的照片，画面中一个巨大的白色光带在地球上方展开，看起来也像天使或大鸟展翅。那张照片引发了全球热议，但后来很快就有了明确解释，那只是一艘联盟号飞船发射时在大气层中留下的火箭尾迹被阳光照射的光学效果。这个案例说明太空中确实可以出现看起来像天使的光学现象，而且可以有完美的科学解释。但礼炮7号事件不一样，那不是什么火箭尾迹，不是什么大气层散射效果，那是6名宇航员在太空站内部被强光包裹，然后透过舷窗同时看到的7个独立的、带翅膀的、带光环的、在微笑的发光人形，持续数分钟，而且出现了2次。那么让我们再把格局放大一点，有些研究者提出了更加大胆的猜测，他们认为地球本身可能是一个比我们想象中复杂的多的系统。我们已经知道地球有磁场，有大气电场，有电离层，有范艾伦辐射带，这些看不见的力场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多层次的电磁环境，就像一个洋葱一样，一层套一层。地震光可能只是这个巨大系统在某些极端状态下泄露出来的一个小小的可见信号。我们之所以觉得地震光神秘莫测，是因为我们对这个系统整体的理解还极其肤浅，就像一个原始人第一次看到闪电时会以为那是神的愤怒一样。也许我们现在看到的末日天使只是地球电磁系统某种正常运作模式的副产品，只不过我们还没有足够的科学工具去理解它。但也有人往完全不同的方向去思考，他们说，如果地震光是地球在某些时刻向外发射能量和信息的方式，那么这些信息是纯粹随机的杂讯，还是某种有组织的信号？为什么这些信号有时候呈现为球形，有时候呈现为柱状光束，有时候呈现为人形？有没有可能，地球作为一个有着数十亿年历史的庞大系统，在漫长的岁月中发展出了某种我们完全不理解的自我表达方式？这听起来像盖亚假说的升级版。盖亚假说认为地球是一个自我调节的超级有机体，那么一个有机体在受到内部压力时向外部喊叫或者发出信号，不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吗？你可能觉得这太悬了，但让我再告诉你一个让人深思的事实，人类的每一种古老文明，不管是希腊的、中国的、日本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印度的、美洲原住民的，都有关于天空中出现异光预示灾难的记载。这些文明彼此隔绝，语言完全不同，文化体系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地理位置横跨了整个地球，但他们对天空异光的描述却惊人的相似，都把它和某种超自然的警告或者神的降临联系在一起。中国的震兆六端说，夜半天亮，预示地震。日本的古诗说，大地命令山岳震动并发光。希腊神话中，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降临时，总是伴随着耀眼的光芒和雷霆。如果地震光只是偶尔发生的随机自然现象，那为什么全世界彼此不相干的古代文明都不约而同地把它和神的信号联系在一起？也许这种联系不是迷信，而是一种被我们遗忘了的古老知识。也许古人确实懂得解读大地发出的信号，只是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和城市化的进程，我们反而失去了这种能力。回到爱琴海，整个爱琴海地区在过去几年里经历了越来越密集的地质活动。2020年10月，规模7的强震造成116人死亡。2025年，出圣托里尼超过12000次地震的恐怖序列。2026年3月到4月间，再次出现地震活动，并伴随天空异光。这座地中海上的裂缝之海脚下的非洲板块
正在以每年几厘米的速度向欧亚板块下方俯冲，巨大的能量在地下日复一日的积累。科学家说，这些能量最终必然要以某种方式释放，问题只是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而在这场人类与大地的漫长对峙中，天空时不时出现的那些光，到底是在告诉我们什么？3600年前，圣托里尼火山大喷发的时候，米诺斯人看到了什么？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但我们知道，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留下了大量与神光和天空异象有关的壁画和宗教符号。米诺斯人崇拜一位被光芒环绕的女神，他们的宫殿壁画中充满了闪电、光环和天空中的神圣图案。那些图案有没有可能就是米诺斯人对地震光和火山喷发前兆的艺术记录呢？3600年后的今天，同一座火山上方的天空再次出现了发光的天使。历史是不是在重复？科学家告诉我们，不用害怕，那只是石头里的电荷跑出来了。但科学家同时也告诉我们以下这些事情：他们至今不确定那些电荷到底是怎么从地下几十公里深处跑到地面上来的。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地震光偏偏只在大陆裂谷地带大量出现，而不是在所有地震带都出现。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有些地震光会在地震前几天甚至几周就提前出现，就好像它能预知地震一样。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有些地震光呈现为球形，有些呈现为柱状，有些呈现为人形，而不是随机的闪光。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在距离地面300-400公里的太空站旁边也曾出现过类似的发光现象。他们更不知道为什么6个训练有素的苏联宇航员同时看到了带翅膀的微笑人形。6种理论，没有一种能解释所有现象。几十年的研究，最终的结论依然是3个字：不知道。也许有一天，科学会给出完美的答案。也许地震光的全部机制终将被破解。也许礼炮7号的天使终将被证明只是某种极其罕见但完全符合物理定律的电磁光学现象。也许爱琴海的末日天使只是一团被风吹成人形的等离子体，碰巧被手机拍了下来。也许一切都只是巧合，只是大脑的空想性错视，只是古人的迷信在现代社会的残留。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当你下次在夜空中看到奇异的光芒时，你会怎么想？你会告诉自己那是大地在放电吗？你会告诉自己那是电离层在波动吗？你会告诉自己那只是你的大脑在随机图案中认出了人脸吗？还是你会停下脚步，抬起头，认真地看一看那道光？1984年的那些苏联宇航员看到天使的时候，天使对他们微笑了。宇航员索洛维约夫后来在为数不多的公开场合中描述说，我们看到的是7个巨大的人形，有雾状的翅膀和光环，就像古典绘画中天使的样子。他没有解释，没有理论，他只是告诉你他看到了什么。而苏联官方把这件事归类为集体幻觉，然后关上了档案。但集体幻觉这4个字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如果它是幻觉，那就应该是个人的主观体验，每个人看到的应该不一样。如果6个人看到了一模一样的东西，那它就不太可能是幻觉。所以集体幻觉这个标签，与其说是一个解释，不如说是一种放弃解释。如果那只是等离子体，等离子体为什么要微笑？如果那只是幻觉，为什么6个人的幻觉一模一样？如果那只是地震光的延伸现象，为什么它出现在距离地面300-400公里的太空？如果那些都只是巧合，为什么3600年前和今天同一座火山上方的天空中出现了同样的光？我们不知道答案，也许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但至少我们知道一件事，这个宇宙比我们以为的要奇怪得多，而我们脚下的这颗蓝色星球也远比我们以为的要神秘得多。下次当你看到爱琴海的蓝顶白墙照片时，也许可以想想，在那座美丽小岛下方的地壳深处正在积蓄着什么样的力量，而那股力量上一次释放的时候，它毁灭了欧洲最早的文明。试想一下，在短短1天之内，整个世界突然按下了暂停键，所有航班全面停飞，天空中没有一架客机轰鸣，所有道路拥堵不堪，高速公路上汽车接二连三地撞成一团，城市陷入一片黑暗与混乱，医院的停尸房里塞满了猝不及防的遇难者。这可不是灾难电影的桥段，而是某天清晨我们可能面临的现实场景。
更可怕的是，这一切变故仿佛在24小时之内突然降临，让全球同步瘫痪。听起来像天方夜谭吗？但如果这一刻真的到来，你准备好了吗？这并非耸人听闻，科学的警告、历史的先例以及神秘的预言都在敲响着警钟。在这致命的一天里，我们熟悉的文明秩序会瞬间瓦解，飞机无法起飞，正在空中的航班被迫紧急降落，甚至失去联系，地面的列车和汽车全部停驶，一辆辆撞在一起，公路变成废铁牧场，电力系统大面积瘫痪，手机和网络彻底中断，城市陷入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警报声此起彼伏，医院无法运转，救护车困在路上，人们惊恐地待在原地，与外界失去联系，只能从收音机断续的杂音中拼凑世界末日般的景象。这就是全球空域关闭、交通瘫痪、停尸房爆满的画面，仿佛末日降临的一天。一个日出之前还繁华喧嚣的文明世界，在日落时分竟变得死一般沉寂。如此极端的场景真的可能发生吗？究竟是什么样的灾难可以在一天之内将地球变成一座失控的孤岛？为了找出答案，我们需要从历史的片段和科学的推演中抽丝剥茧，一步步逼近真相。事实上，人类并非没有体会过大范围交通停摆的滋味。历史上的几次事件，尽管规模不及全球，但也让部分地区的天空与道路瞬间安静，成为未来更大灾变的缩影。911恐袭事件，2001年9月11日，美国本土遭受前所未有的恐怖攻击。当天早晨接连发生的飞机劫持和撞楼惨剧震惊世界。为防范更多袭击，美国政府史无前例地下令全美领空关闭，所有民航班机紧急降落或返航，美国境内的航班全面停飞长达2天之久。原本繁忙的机场变成空荡荡的停机坪，广袤天空中看不见一架民航客机的身影，数万名旅客被迫滞留在陌生城市。人们这才意识到，只要命令一下，一夜之间航空交通可以完全静止。911事件后，美国人第一次亲身体会到现代空中交通网络可以如此脆弱。那短暂的几天仿佛让时间凝固，亦是人类首次在国家级范围内按下航空业的停止键。冰岛火山灰危机，2010年4月，冰岛的埃亚菲亚德拉火山猛烈喷发，滚滚火山灰随风飘散，短时间内覆盖了大半个欧洲的天空。火山灰云对飞机发动机具有极大危险，于是欧洲各国只得紧急关闭领空。短短几天内，从伦敦、巴黎到法兰克福，20多个国家的主要机场陆续停摆，超过10万架次航班被取消，数百万乘客形成泡汤，滞留在异乡机场。欧洲上空从未有过这般寂静，往日川流不息的繁忙航线，此刻空无一机，停机坪上的客机整齐排开，却没有任何一起飞的动静。这场火山灰造成的航空大停摆持续将近1周时间，航空业损失数十亿美元。而人们更关心的是，区区一座火山就能瘫痪整个欧洲的空中交通，那如果灾难再大一些，范围再广一些呢？新冠疫情封锁，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同样让全球交通体系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急刹车。随着病毒蔓延，各国纷纷限制旅行和边境出入，不到几周时间，国际航班锐减大半，知名航空公司停飞绝大多数航线，世界各地的机场陷入一片死寂，大批飞机长期停放在停机坪上蒙尘，繁忙的城市道路上也变得车稀人少，许多国家实施严格封锁令，公共交通几乎停顿。虽然疫情带来的交通瘫痪并非瞬间发生，而是逐渐蔓延，但仅用了1-2个月，人类就亲眼见证了现代交通网络如何如多米诺骨牌般整体崩垮。连锁反应之下，航班取消，港口关闭，地铁停开，计程车停运，仿佛人为按下了全球的暂停键。这次经历让我们明白，当危机足够严重时，政府和社会会毫不犹豫地关停交通系统以求自保，而现代人引以为豪的流动性竟是如此不堪一击。中东战火蔓延，就在不久前的2026年初，中东地区的剧烈动荡再次证明了空域关闭离我们并不遥远。2月下旬，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导致波斯湾局势急速升温。短短几天内，伊朗、
以色列、伊拉克等交战相关国家先后宣布领空禁飞，连带着周边的卡塔尔、科威特、巴林等多国出于安全考量也紧急关闭领空。全球最繁忙的几座中东转运机场，如杜拜国际机场、卡塔尔哈马德机场等，被迫全面停航，数以千计的航班临时取消。在短短24小时内，原本川流不息的国际航线突然大乱，飞往中东的班机临空折返，飞越该区域的远程航班不得不绕飞，导致欧洲、亚洲的航班大面积延误，大量旅客被滞留在机场，行程陷入瘫痪。有人拍下当时 Flight Radar 航班追踪地图的截图，中东上空一片空白，仿佛禁飞区烙印在地图上，而周围航线拥挤曲折，全球航空网不得不为这场战事拐弯绕路。所幸这次空域关闭主要局限在中东区域，但已让全球航空业头痛不已。可见一场区域战争尚且能让国际航班鸡飞狗跳，那如果爆发的是世界级冲突甚至全球性危机，航空交通是不是也将全球范围陷入停摆呢？上述种种事件给我们提了个醒，交通瘫痪并非遥不可及的幻想，而是现实中发生过的剧本。911的瞬间禁航，火山灰的1周封锁，疫情数月的停滞，中东战火的区域断航，这些前兆与缩影证明了现代文明的交通体系其实非常敏感。一旦遇到极端情况，我们引以为傲的全球化网络可在几小时至几天内土崩瓦解。试想，如果有一天多种灾难同时发生，或者更大规模的危机突然降临，我们是否会经历一场空前绝后的交通大崩溃？接下来，我们将从科学的角度探讨到底哪些灾变可能在24小时内把全球交通打回石器时代。要让整个世界在1天之内突然停转，需要一个足够剧烈且瞬时发生的事件。究竟是什么灾难有能力在短短几小时内同时把飞机赶下天空，让车辆动弹不得，使无数生命霎时间逝去？科学家提出了几种可能性，有些听上去像科幻，但并非没有根据。超级太阳风暴来自太空的电磁脉冲，一个看不见却毁灭性的杀手，可能来自9300万英里外的太阳。太阳表面的巨大能量爆发，如日冕物质抛射，会喷出高能带电粒子流，如果直击地球，将引发强烈的地磁风暴。历史记录中最有名的超强太阳风暴是1859年的卡灵顿事件。当时太阳耀斑引发的电磁风暴让全球天空出现壮丽极光，甚至在低纬度的加勒比海都能看到极光，如同天空燃起赤红火焰。但伴随美景而来的是毁灭威胁，强大的地磁感应电流瞬间摧毁了19世纪的电报通信网，不仅多国电报线路中断，更夸张的是，电报机因过载而火花四射，甚至引燃了办公室的纸张。要知道，那时候人类社会几乎还没有现代电网和电子设备，没有飞机、汽车，我们对科技的依赖程度远低于今日。因此，卡灵顿事件在当年虽造成一些混乱，却谈不上世界末日。然而科学家一致警告，若同级别的超级太阳风暴今日再临，人类文明恐将面临空前打击。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某日太阳黑子活动剧烈，突然一道特大号 X 级太阳闪焰在太阳表面炸裂，几分钟后，强烈的 X 射线和极紫外线抵达地球，高层大气造成电离层扰动，全球 GPS 导航和无线电通信立即大范围中断。接着约1天之后，更可怕的太空拳击登场，日冕物质抛射形成的高速带电粒子云抵达地球，猛烈撞击地磁场，引发特级地磁风暴，强劲的磁暴感应电流疯狂涌入输电网络，烧毁无数变压器和电路。几乎同一时间，世界各地的电力系统像多米诺骨牌般纷纷跳电，美洲、欧洲、亚洲的大电网陆续崩溃，整个地球陷入大片停电之中，城市灯火骤灭，电梯戛然停摆，人们惊慌地拿出手机，却发现没有信号。此时此刻，正在高空飞行的民航客机也遭遇噩梦导航仪、无线电失灵，驾驶舱仪表疯狂闪烁警报，飞机如同失明的鸟群，无法与地面联系，彼此之间也失去引导。为测安全，全球航空当局只能发出全面停航令，让所有航班紧急就近降落。不少飞机冒着风险在陌生机场落地，
一些飞行途中电子设备完全故障的客机，甚至可能发生坠毁。短短数小时内，全球空域被清空，从来没有哪一天像现在这般，天上没有一架载客飞机。而在地面，情况同样凛冽。强磁暴带来的电流不仅攻陷电网，也让铁路信号、交通号志全部失灵。一辆辆高速行驶的列车因停电紧急刹车，有的出轨相撞，城市里红绿灯集体黑掉，十字路口车辆乱作一团。现代汽车虽然不像古老电报般直接冒火花，却也饱受电磁脉冲干扰，尤其是高科技的新款车，可能会突然引擎熄火或电子控制失灵，导致高速公路上连环车祸。毫不夸张地说，一场超级太阳风暴足以让现代人所有仰赖电子与电力的交通工具瞬间停摆。就在最近，美国国家科学院曾评估，如果再来一次卡林顿级太阳风暴，光美国境内就可能有 1.3 亿人遭遇停电，关键基础设施需要4到10年才能完全修复，全球经济损失或将超过2万亿美元，是2005年卡崔娜飓风损失的20倍。更不用提这期间因交通瘫痪和基础设施故障将会发生多少次生死攸关的灾难。试想在停电影响下，医院的生命维生系统停止运转，无数依赖仪器的病人生命垂危，消防系统失灵引发大火无人可及，核电站冷却系统断电造成泄漏险情。可以说，强烈太阳风暴就像上帝按下的一颗电磁脉冲炸弹，让人类一切现代科技统统哑火。如果我们毫无防备地迎来这一击，24小时内真的可能发生全球航空禁飞、交通瘫痪、死伤激增的局面。科学家早已严正警告，未来10年甚至更短时间内，地球再遭超强磁暴冲击绝非不可能。尤其我们正处于21世纪20年代中期，太阳正趋近活动高峰期，2025年前后将迎来一轮太阳活动极大期。一些太空天气专家提醒，最近几年太阳黑子数超出预期攀升，太阳活动变得格外活跃。也就是说，在未来的某一年某一月，很可能一场不期而至的超级太阳风暴，让现代文明遭遇前所未见的大停电与交通大乱。我们必须做好心理准备，迎接这场来自太空的终极考验。全球核战与 EMP 攻击，另一个噩梦般的场景，是人类自己一手导致的全面核冲突或高空核爆所产生的电磁脉冲 EMP 攻击。冷战时期的军事专家就曾推演过，一旦爆发核大战，各国首先会将核弹引爆在大气层边缘，以产生强力 EMP 瘫痪对方电子设备。在数百公里高空引爆的核弹，虽无直接暴风和辐射伤害地面人员，但产生的 EMP 波可在毫秒之间充斥广袤区域的电网和通信线路，其破坏效果甚至不亚于上文所述的太阳超级风暴。事实上，一枚适当当量的核弹在高空引爆就足以覆盖整个北美或欧洲大陆，瞬间让区域内所有未经防护的电子装置烧毁失灵。这意味着大范围永久性停电和通信中断会在一瞬间发生，飞机的导航和电子系统会因 EMP 而报废，导致高空飞行器坠毁，地面的车辆和火车也会像被施了定身咒，一切基于电子点火或电脑控制的引擎统统熄火。甚至当你转动汽车钥匙时，它已经因为电路板烧毁而毫无反应。更糟糕的是，核战还可能伴随直接的人员大量伤亡。假如数十枚核弹在世界各大城市引爆，24小时内伤亡人数将以百万、千万级增长，无数遇难者来不及安葬，停尸房爆满，乃至无法统计罹难者。同时，各国政府基于军事戒备会立刻关闭领空，所有民航机全部停飞，以避免被误击或卷入战场。城市中实行戒严令，坦克和装甲车开上街头，普通民众被要求留在家中，不许出门。回想二战末期广岛长期遭受核打击时的情景，那只是区区2颗原子弹，就让日本全境铁路停运，运输体系陷入瘫痪。而一场全球规模的核武冲突，其毁灭性将上升无数倍。如今各大国核库存的威力足以毁灭地球几次，若真不幸引爆，人类建设数百年的现代文明将在一天内倒退几百年。虽然全面核战是最不愿想象的末日场景，但在国际局势动荡的今天，并非毫无可能，任何擦枪走火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因此，
每当地缘政治紧张加剧时，我们都不得不担心人类会否亲手将自己送回没有飞机和电力的黑暗时代。小行星撞击与全球天灾，倘若不是人祸，那还可能有天灾瞬间打击全球交通吗？科学界常提到的一种末日级天灾是小行星撞地球。6600万年前，恐龙们就在毫无准备中迎来了一颗直径约10公里的小行星，结果尘埃遮天蔽日，食物链崩溃，巨兽们就此退出历史舞台。虽然如此规模的绝灭级撞击非常罕见，但稍小一些的小行星撞击仍可能对我们高度连通的文明造成剧烈冲击。如果一颗几百米宽的近地小行星突然从雷达监测漏洞中冒出，在没有提前预警的情况下坠入大气层，会发生什么？假设它在高空爆炸或落入海洋，产生的电磁干扰和冲击波同样可能摧毁大量卫星和地面电网。事实上，有研究指出，陨石高速掠过大气层时会形成强电流，和 EMP 有类似效应。同时，冲击波犹如无差别的大地震，足以摇碎机场塔台，震毁公路桥梁。若是落海引发超级海啸，沿海港口城市将瞬间遭遇灭顶之灾，全球航运供应链中断，公路、铁路也因基础设施被冲毁而无法运作。虽然这类灾难发生概率极低，但一旦发生就是灭顶之灾。别说交通瘫痪、停尸房爆满，甚至可能导致整个国家乃至全人类社会的结构解体。因此，各国才投入巨资研发太空望远镜，监测近地天体，生怕出现盲区杀手。如果有朝一日警报真的响起，一颗大型小行星将在24小时后撞击地球，那我们大概也只来得及做一件事：停下一切日常秩序，准备迎接末日。届时，全球航班会立刻全部停飞，让飞机待在地面以测安全，民众被要求就地避难，远离交通工具，政府彻底接管电力和运输调度。换言之，小行星来袭本身就是对全人类的终极刹车信号，我们只能祈祷觉悟这么一天。综上所述，无论是超级太阳风暴、核 EMP 攻击，还是小行星撞击，科学层面都指出了瞬间瘫痪全球的可能路径。上述灾变会导致同一结果：飞机停飞、车辆停驶、电网报废、通信中断，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次生灾难与大量伤亡。当然，这些都是极端情景，但现实往往比小说更离奇。就在2012年，美国航天总署 NASA 曾披露一个惊人消息：该年7月，一场规模堪比卡林顿事件的超级太阳风暴曾与地球擦肩而过。幸亏那次爆发发生在地球公转轨道的另一侧，否则我们现在很可能还在收拾满目疮痍的残局。当科学家频频发出警告，当种种极端情节在我们时代越来越可能上演，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如果末日24小时真的降临，人类将何去何从？然而，科学之外还有另一种警示的声音，那就是来自古老预言和现代灵媒的神秘信息。我们不妨再换个视角，看看许多流传的末世预言中是否隐约描绘过如此惊心动魄的场景。从圣经启示录到诺查丹马斯四行诗，从远古的玛雅预言到近代的班加加加盲眼龙婆预言，历史上不乏对世界末日或巨大转折的预言。这些预言中有不少提到过大灾变和人类的浩劫时刻，尽管真伪难辨，他们往往提供了一种超出科学范畴的视角，或许冥冥之中有人在向世人示警。近年来，随着地球问题不断累积，气候、战争、瘟疫此起彼伏，种种末世论调再次流行起来。在众多声音中，有一个名字格外引人注目，波尼 Bopony。 这位被称为圣经时钟专家的预言研究者，因多次发表惊人之语而广为人知。他结合圣经历史周期和现代事件走势，提出了一系列对未来的推测，其中就包括对我们探讨的这场全球灾变的紧急警告。波尼警告说，一场如同全球加强版911的巨变即将到来，而且发生时可能毫无征兆，瞬息发生。他形容这将是前所未有的震撼事件，全地球80亿人都会同时见证神迹般的巨变。简单来说，波尼认为人类正逼近一个历史的分水岭，你的人生将被分为之前和之后2个阶段，发生在这分水岭那一天的大事
将让世界彻底改观，再无回头路。这番话听上去近乎末日宣告，那么波尼口中的史诗级事件究竟是什么？他并未明确点出具体形式，但从他多次谈话中的线索可以拼凑一二。在2025年9月的一次节目中，波尼引用圣经中的故事做比喻，他说，这次全球震动将比摩西过红海，比死亡天使降临埃及，比一夜歼灭18万亚述大军还要巨大。这些圣经典故可不简单。过红海是指上帝让以色列人在绝境中脱困的神迹，死亡天使降临则是出埃及记中第10灾，上帝派天使一夜之间击杀埃及所有长子，令法老屈服的事件。歼灭18万敌军出自列王记，讲的是上帝派天使一夜灭了亚述王西拿基立的18万大军，拯救了耶路撒冷城。伯尼的意思是，即将到来的这场灾变，其规模和戏剧性将超越历史上任何一次神迹与灾难。他甚至强调，这将是史上最大震动，全球性的超级911，没有人能错过它。换句话说，不管你身处何方，这件事发生时你都会感同身受，被深深震撼。这不正对应了我们开篇描绘的那种全世界同步停止的场景吗？波尼等于是在预言，一场来自神的干预将瞬间令全球现有秩序瓦解，大批邪恶势力被清算，人类将被迫集体觉醒。波尼的预言细节更是令人不寒而栗，他提到死亡天使已经降临人间，这让人联想到圣经中那位夜里飞过埃及夺走长子性命的天使。如果此番死亡天使再临，而且是全球出动，会发生什么？波尼直言，到时你将看到街上遍地是遗体。在他的描述中，似乎真有那么一夜之间，成千上万的人突然倒下死亡，场景如同古埃及长子之死的灾难重演，只不过范围扩大到全世界。这不禁让人想到一些广为流传的民间传说，如3日黑暗的末日预言。在天主教和民间预言圈中，所谓3日黑暗指的是未来某个时刻，全球将陷入持续3天的绝对黑暗，期间魔鬼和邪灵肆虐，人们若离开屋舍就会遭不测，只有点燃祝福过的蜡烛祈祷才能幸存。而3日过后，邪恶将被清除殆尽，光明再次降临世界。波尼的说法与这传说如出一辙，大量作恶之人将在短时间内被天谴淘汰，好人坏人将被区别对待。他甚至明确指出，这次将是上帝对世界的介入清算，要震动80亿人，唤醒世人远离邪恶。如同当年上帝降下灾难，迫使法老放走以色列人，如今他要让现代人从魔鬼编织的全球奴役体系中解放出来。波尼借用了启示录的名词，称我们当下处于神秘巴比伦崩塌的前夜，即全球邪恶统治系统行将瓦解，人类将迎来一次新的出埃及。那么这神秘巴比伦指的是什么？波尼和一些预言解读者认为，它象征当今盘根错节的全球权贵集团和腐败势力，包括那些把持着金融、政治大权的所谓全球主义精英。在波尼看来，这批作恶多端的权贵已到了最终审判的时刻，属于他们的大淘汰即将开始。他警告，那些与魔鬼勾结的全球精英，诸如几个世纪以来掌控财富的某些家族，这将是他们最黑暗的日子。他甚至指出，全世界与邪恶政权为伍的人也难逃此劫，其中还特别点名，所有参与或效忠中共集权体制的人，如果不赶快醒悟退出，也将被神的力量所淘汰。这听上去十分惊人，但对熟悉某些信仰团体如法轮功理念的人而言并不陌生。他们长期呼吁人们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所谓3退，以免日后陪共产邪灵一同灭亡。如今波尼的预言似乎印证了这一点，站在邪恶一边的人将被打上兽的印记，而遭神清算；反之，正直善良、敬神信神的人将得到庇护，在劫后余生。有种说法是，末日来临时，善者如同门楣上有羔羊血记号的以色列家，死亡天使会掠过不侵，而恶者将如埃及长子般被收割。波尼的话颇有这种意味。除了波尼，还有其他来自不同领域的预言也令人毛骨悚然的不谋而合。譬如有盲眼龙婆之称的保加利亚预言家巴巴万加·巴巴万嘎，虽已于1996年去世，
但他留下的许多预言近年来频频被拿出来对照。其中一项预言提到2025年世界某处一座沉睡的千年火山将突然爆发，震撼整个人类文明。万家更进一步警告，2025年将是人类灭绝的开端。他预言了4大灾难会在那年接连发生，包括全球多地强烈地震、特大洪水、超级火山喷发以及社会动荡。这讯息让不少人联想到美国黄石超级火山，一座沉睡数万年的巨兽，一旦苏醒喷发，其威力足以覆盖半个美国，影响全球气候，对人类社会造成毁灭级打击。巧合的是，波尼在预言中也提到火山爆发会是大戏开场的信号。他认为当某座活火山突如其来的喷发熔岩，就意味着神开始清理邪恶，如同熔岩烧尽污秽一样。倘若真的如万家和波尼所示，某个年份，也许就是2026年前后，突然一场跨越国界的巨变降临，剧烈天灾连连，人祸动乱不止，那我们描绘的24小时末日图景可能正是序幕。届时，各国会不会戒严断航？各大城市是否陷入黑暗混乱？一切都与我们今天的推演惊人的吻合。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波尼多次暗示这场全球巨变的时间窗口。他特别提到几个关键日期，9月22日至24日，并强调夏末秋初。在9月21日夏天结束之后，他建议人们赶紧拿笔记下这些日期，因为先知们反复强调这几天将发生无法逆转的大事。波尼甚至指出，好莱坞多部末日灾难片中都隐约出现了9月22到23日的彩蛋，例如电影《末日倒数》设定小行星在9月22日撞击地球，《神秘代码》中太阳耀斑毁灭地球的日子也是9月22到23日，还有深海末日出现9点22分的关键时刻，仿佛流行文化早已埋下，预示夏末9月的某几天，人类将迎来翻天覆地的改变。这一天会改变一切，你的生活将不再一样。尽管我们现在处在2026年，波尼最初锁定的2025年9月已过去，但种种迹象显示，那预言并没有失效，只是在酝酿。毕竟，就在2025年秋末，环球局势已风云变色，中东战火爆发，强震天灾频仍，太阳活动异常活跃，或许真正的大戏尚在叙事，随时可能揭幕。有观点认为，波尼提及的巨变也许是一连串事件的累积，并非精确锁死在某一天。正如他说的，很多事情将在1周内尘埃落定，标志着无法回头的时刻。也就是说，一旦开端出现，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地走向我们所描述的世界停摆状态。而一旦走到那一步，人类社会将被推向怎样的新局面？波尼和许多末世预言都没有把话说死，反而给出了充满希望的远景。在他看来，这场史诗级震荡虽以混乱和清洗开始，但最终将迎来人类史上最辉煌的10年。邪恶势力倒台后，财富与权力将重新分配。他提到会出现规模巨大的财富转移，例如以白银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暴涨，全球腐败金融体系土崩瓦解，诚实善良的人反而受益。这与许多宗教预言契合，黑暗过后是黎明，新世界将重建在更公正的基础上。波尼甚至说2025年将是一切改变的起点，随后的10年会以你无法想象的辉煌方式展开。如果他的话成真，那么我们经历的这一场全球性暂停将不仅仅是灾难，更是旧秩序向新纪元过渡的必要阵痛。诚然，预言从来都有其模糊性，对未来的描述可能经过象征润色，不宜逐字解读。但当科学和预言在某种程度上殊途同归地指向大变局将临时，理性的我们或许该做好2手准备：一手握着科学知识的盾牌，一手拿着古老智慧的灯盏，才能在黑暗降临时不至于手足无措。假如明天真的迎来我们描绘的24小时全球停摆，我们每个普通人该怎么办？也许有人会想，如此天崩地裂的灾难，个体的力量渺小如蚁，根本无能为力啊。的确，我们无法阻止太阳风暴爆发，无法单枪匹马阻挡核导弹，也预测不了神明究竟何时出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束手待悔。所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未雨绸缪总胜过临可绝井。我们能够也应该在主观上为可能的灾变做好准备，包括心理调试和物资储备两方面。此外，还有一些关键原则，在灾难发生的一刻可以救命。正如波尼紧急警告的那样，当它发生时，不要开车，不要坐飞机，待在原地。这句话看似简单，却极其重要。我们细细分析，不要开车，无论是电磁风暴还是戒严动荡，在大灾变降临时，开车上路绝不是明智之举。首先，如果是电力系统瘫痪或 EMP 事件，车辆极可能抛锚失控，你开着车很可能中途熄火，停在路上进退不得。更糟糕的是，在路上的你还可能被别的失控车辆撞上，发生严重车祸。即便没有电子故障，大灾难来临时，道路也往往拥堵混乱，人满为患。回想2022年乌克兰战争开打时，基辅城内逃难的人潮把道路塞得水泄不通，车辆几乎原地不动。又如大地震时，公路桥梁可能断裂，开车反而把自己困在危险地带，因此留在原地躲避二次伤害，比开车乱跑生还几率更高。不要坐飞机，如果灾变已经开始，千万不要再心存侥幸去赶什么航班了，一旦上了天，情况只会更危险。电磁干扰会让飞机迷航，极端天气会让飞机颠簸失控，战争时期民航机甚至可能被误击。历史教训非常惨痛，2014年乌克兰战争中就有马航客机被导弹击落的悲剧。在末日情境下，天空并不安全，更何况就算你侥幸搭上最后一班飞机，目的地机场多半也关闭了，你只会在空中耗尽燃油，还无处降落。所以当大灾难爆发，航空公司会第一时间停飞，与其焦急奔赴机场，不如冷静待在室内寻找其他自救办法。待在原地，这是关键中的关键。在巨大灾变里，跑往往不是出路，反而可能自投罗网。所谓原地，就是一个相对安全、熟悉且有遮蔽的地方，通常是你的家中或就近的坚固建筑内。待在原地至少有几大好处：你有屋顶和墙壁的保护，不会暴露在外面可能的危险，如坠物、暴徒、毒气等。你身边有一定的生活物资储备，哪怕是家中厨房和饮水，也比在外流浪强。你熟悉环境，知道逃生路线和避难空间，比如室内最结实的承重墙边或地下室。如果预言中的3日黑暗降临，更是千万不能外出。传说中黑暗期间出门者将遭厄运。就算不迷信预言，现实角度讲，大灾变初期外界充满未知风险，你盲目前进还不如静观其变，等待消息。很多时候秩序会在灾后逐步恢复，军方和政府会展开救援行动。如果你安全待在家，活下来的几率反而更高。试想，假如真出现街上遍地遗体的可怕场景，那些遗体多半属于灾时乱跑乱闯的人，而那些坚守原地并保持镇定的人，反而更可能平安撑到救援到来。除了行为准则，我们还可以在平时就做一些物资与技能准备，提高末日来临时的生存概率。首先，储备一定的紧急物资是明智的，在家中备一个应急生存包，里面包含3到7天所需的瓶装水、干粮、医药用品、手电筒、收音机、蜡烛、火柴等，这些东西在关键时刻救人一命。当电力中断时，手电和蜡烛可以照明；当自来水停供时，瓶装水就是你的生命线；当网络电话不通时，一台老式电池收音机也许能让你收到外界广播信息，了解事态发展。还有家庭应备的创可贴、消毒药水、常用药品，万一受伤或生病时能自行简单处理。备粮方面，选择那些不需加热烹调也能食用的食品，如压缩饼干、即食罐头、坚果、干粮等等。如果有条件，也可以准备家用应急电源或小型发电设备，以备短时间照明和给手机等设备充电使用。这些准备听上去像危言耸听，但经历过2022年乌克兰平民在断水断电下挣扎，或是台湾地震时超市物资被抢购一空的人都明白，关键时刻唯有平时多准备，才能从容应对。其次，学习一些生存技能也相当重要，例如学会在没有 GPS 和网络时辨别方向的技巧，如观星变向、利用指北针地图等；学会基本急救知识，心肺复苏、包扎止血，了解一些净水、
取火的简易方法，以至于掌握徒手修理常见设备的窍门。这些技能平日里或许用不上，但一旦陷入极端情况，它们就是你渡过难关的法宝。想象一下，全球停电时，你懂得如何利用户外雨水和简单滤器取得干净饮水，那你就比毫无准备的人多了宝贵的生存筹码。又或者当附近人受伤时，你会急救，你不仅能帮助他人，说不定也为自己赢得了日后互助的伙伴。末日并不仅仅是孤岛求生，也可能是邻里守望相助共度难关的时刻。冷静、自律并富有智慧的应对，才能把绝境变成生路。最后，我们还需要强大的心理素质和信念支撑。面对突如其来的全球灾变，恐惧和绝望在所难免，但是请记住，保持冷静的头脑往往是生存的关键。恐慌只会让情况更糟，你需要的是理性分析当前处境，评估周围环境的危险与资源，迅速制定行动方案。在黑暗中，理智是你最可靠的光。许多灾难幸存者的经验都表明，有条不紊地采取步骤行动，哪怕每次只解决一小个问题，都能让你逐步脱离险境。此外，心中怀有希望和信念亦十分重要。如果你有宗教或精神信仰，不妨在困境中祈祷或默想，这会给你勇气与安定。就像出埃及记的故事，以色列人门楣上涂了羔羊血记号，死亡天使便越门而过。又如中古欧洲黑死病肆虐时，不少人也是靠着信仰毅力熬了过去。信念未必能改变外在灾难，但能帮助我们战胜内心的崩溃，坚持到雨过天晴的那一刻。我们当然希望上述这些骇人听闻的剧情永远只停留在纸上和荧幕中，永远不会真实上演。或许最终波尼的预言只是一场虚惊，科学家担忧的超级风暴也一直不来，那无疑是全人类之福。哪怕被别人嘲笑白准备一场，也是值得庆幸的。然而居安思危乃未雨绸缪之道，在我们享受便利文明的同时，不妨偶尔想一想，如果明天一切归零，我是否有能力保护自己和家人？毕竟真到了灾变发生的时候，后悔没有提前准备就太迟了。上周六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发动了一次惊人的空袭行动，直接斩首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以及数十名高层领导人。当时哈梅内伊与他的将军们正在德黑兰市中心一栋大楼内秘密开会，美军提供精确情报，以军战机携带精确制导弹药突然在白天发动打击，几枚导弹几乎同一时间击中会议地点，把伊朗最高层一网打尽。哈梅内伊当场被击毙，其家人和多名核心幕僚也一同遇袭丧生。在短短几十秒内，伊朗政权的金字塔顶端就被连根拔起。消息传出后，美国前总统川普立刻高调宣布，历史上最邪恶的人之一哈梅内伊已经当场死亡。但这次行动不是入侵，而是解放。美国将帮助伊朗人民夺回自己的国家，伊朗人民的自由时刻到了。伊朗国内许多民众得知这个消息后反响热烈，无数人涌上街头狂欢庆祝，甚至在伊朗军队和警察内部都有人开始悄悄与美方接触，寻求豁免与新政府的合作机会。看来，在经历了几十年高压统治之后，不少伊朗人真心盼望着变天的一刻。那么，作为世界公认邪恶轴心之一的伊朗，其政教合一的独裁政权会就此倒台吗？如果倒台，整个中东乃至世界格局将出现怎样的变化呢？更令人震撼的是，这一系列巨变似乎早已被预言所描述。我们不妨来看看预言是怎么说的。事情的发展几乎完全印证了一位英国预言家的说法。去年6月，美军代号午夜之锤的行动精准摧毁了伊朗的一处重要核设施。在那之后，英国知名通灵预言家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就曾预言，伊朗将面临经济崩溃、恶性通货膨胀引发的大规模抗议，政府会升级镇压，局势会越来越紧张，最终会爆发一场来自内部高层的暗杀行动，其目标是推翻现有神权政权。帕克断言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将会消失。他特别指出2026年3月是关键时间点，届时会看到非常有针对性的攻击，不仅针对领导层，还包括对剩余核设施的打击。现在回头看，帕克这段预言真是惊人的准确。伊朗经济的确在过去1年迅速恶化，
通胀率高达 42%， 里亚尔汇率暴跌，一般民众连面包都买不起。去年底以来，全国各地爆发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抗议和罢工浪潮，要求政权改革甚至更替。伊朗当局试图用强硬手段镇压，据传造成超过3万名示威者丧生，血流成河。然而高压并未让局势平息，反而激起体制内有良知者的不满。终于，有人坐不住了。据说正是伊朗内部高层的知情者向美以联军暗中通风报信，提供了哈梅内伊等人那天开会的准确地点和行程。在里应外合之下，美以才能如此精准地发动这次斩首行动。从帕克的角度看，这完全可以说是一场来自内部高层的暗杀，而行动发生的时间点也几乎恰好对应了他预言中的2026年3月关键点。因为伊朗方面正式对外宣布哈梅内伊的死讯时，已经是3月1日了。帕克预言中的每一细节都和现实丝丝入扣，不能不让人脊背发凉，感叹一句，有时候这预言准得真叫人害怕。那么这场震撼世界的斩首之后，事态将如何发展呢？帕克预言说，在第一阶段的领导人被除掉之后，伊朗还将经历一段动荡的过渡期，相当于第2阶段的革命。这期间，社会内部的混乱和派系争斗会进一步加剧，但同时一种古老的波斯精神将被重新唤醒，极端伊斯兰主义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的影响将开始消退。最终，伊朗将爆发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浪潮，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政府，国家走向复兴，回归传统价值，迈向更加民主开明的体制。更神奇的是，帕克透过他的远视能力还看到，在伊朗动荡之后的过渡期中，会出现一位谜样的女性领袖。这位神秘女子是一名成熟的女性，年纪可能不小了，但非常有能力。她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家，而更像是女性力量崛起的象征，或者说是一场女性解放运动的化身。据帕克描述，这位女性领袖带有强烈的艺术家气质，举手投足透着灵性与神秘感。她将与一位年轻的男性领袖携手合作，共同引领伊朗度过动乱的过渡期，化解伊朗内部各宗教派别之间数千年的恩怨与冲突。在这位女性力量的参与下，帕克看见未来的伊朗进入了一个希望阶段，女性权力大幅提升，经济迅速复苏，社会变得更自由开放。他甚至看到人们走上街头，挥舞着红黄两色的旗帜，那红底金狮的旗帜正是昔日波斯帝国，也就是巴列维王朝时期的国旗。人群在呼唤王权的回归，似乎渴望恢复过去君主立宪的荣光。整个国家开始重新认同自己古老的文化与身份，这正是帕克口中的波斯精神重新觉醒的体现。听到这里，不禁让人好奇，伊朗和古老的波斯帝国究竟有何渊源？帕克提到的波斯精神到底指什么呢？还有，他预言中的神秘女子会不会与中国武侠小说里鼎鼎大名的波斯圣女有什么神秘联系？小昭的传人要出现了吗？大家不妨发挥想象，开开脑洞。其实许多人不知道，伊朗在近代以前的名字并不叫伊朗，古时候它被称为波斯，那里的人自称波斯人。直到1935年巴列维国王才要求各国改称它为伊朗，但许多海外的伊朗人至今仍亲切地自称波斯人。波斯文明的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和中华文明一样古老灿烂。更重要的是，波斯人传统上的信仰并不是今天这样的极端伊斯兰教，波斯古老的本土宗教是拜火教、祆教，也就是金庸小说中明教的原型。它的核心教义可以用3个善字概括：善念、善言、善行。简单说就是心存善念，口吐善言，身行善事。因此拜火教也被称作善良的宗教。这种强调良善与宽容的信仰，就是帕克所说的古老波斯精神的精髓。而伊斯兰教对波斯来说，其实是外来入侵者的宗教。现在统治伊朗的伊斯兰共和国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建立的神权政体。在那之前，伊朗经历的是巴列维王朝的统治，国号依然叫波斯帝国。巴列维王朝时期的伊朗社会相当开明世俗，女性可以穿短裙接受高等教育，民众享有较多自由，外交上也亲近西方，甚至和以色列保持着友好关系。那时的伊朗曾是中东地区少见的非阿拉伯盟友国，很难想象现在针锋相对、
势同水火的以色列和伊朗，在半个世纪前竟是交好互信的伙伴吧。只可惜1979年革命之后，伊朗进入神权独裁的黑暗时代，一切都改变了。虽然至今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但许多伊朗人依然怀念着从前那段比较自由富足的好日子。这次哈梅内伊被击毙，伊朗局势巨变之后，我们看到相当多伊朗民众表达了对川普的感激之情。有人甚至把川普和历史上的居鲁士大帝相提并论，认为川普将成为拯救伊朗、重建中东秩序的关键人物，更可能帮助以色列重建第三圣殿，迎接救世主弥赛亚的再次降临。大家可能要问了，居鲁士大帝何许人也，竟能和耶稣基督相媲美？为什么说他能帮助重建圣殿，迎来弥赛亚呢？这就要从2500年前的一段历史说起。居鲁士 Cyrus 是古波斯帝国最著名的君王之一，以仁慈宽厚著称。同时，他也是唯一一位被圣经授予最高荣誉耶和华的受膏者的非犹太人。受膏者在希伯来语中念作弥赛亚 Mashiach， 在古希腊语中译作基督 Christos， 原指被神赐予权柄和使命的人物。比如以色列的大卫王就被先知高立为受膏者，后来这个称号逐渐专指上帝应许的救世主，所以受膏者这个词对犹太人而言是无比崇高的赞誉。那摩居鲁士凭什么能得到这个几乎与救世主等同的称号呢？原因就在于他帮助犹太人重建了第二圣殿。故事回溯到更久远的年代，大约3300年前，圣经记载的先知摩西带领被奴役的希伯来人出埃及，重返祖先之地迦南，也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在旷野漂泊途中，上帝耶和华在西奈山赐给摩西2块石板，上面刻着被称为十诫的律法，包括了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等做人处事的基本道德戒律。犹太人将十诫奉为神圣的盟约，他们为了妥善保存这2块石板，制作了一只华美无比的金木圣柜来盛放石板，这就是传说中的约柜。约柜在犹太人眼中至高无上，被视为上帝同以色列人同在的象征。后来，犹太人在迦南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约公元前1000年，大卫王之子所罗门王在耶路撒冷修建了一座宏伟的圣殿，将约柜安放在殿内至圣所，供奉敬拜上帝。这座由所罗门所建的就是第一圣殿。可惜好景不长，大约500年后，以色列人逐渐偏离了十诫，道德沦丧，不再敬畏神，结果招致灾祸。公元前586年，巴比伦帝国入侵耶路撒冷，彻底毁坏了第一圣殿，传国宝物约柜也在那时下落不明。大量犹太人被掳掠到巴比伦，沦为奴仆，开始了所谓巴比伦之囚的苦难时期。又过了70年，波斯的居鲁士大帝粉墨登场了。他率领波斯军队征服了巴比伦帝国，不仅将被掳的犹太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允许他们返回故土重建家园，还主动资助他们重建圣殿。可以说，没有居鲁士，就没有犹太人的第二圣殿。犹太民族对这位异族君王的恩德感激涕零，于是破例用他们的最高荣誉头衔受膏者来尊称居鲁士，视他为上帝拣选的器皿。在犹太人的信仰体系中，这是非犹太人所能获得的最高评价了。又过了约500年，犹太人历史上再度犯下滔天大错，他们不仅没有相信上帝派来的弥赛亚耶稣，反而将其钉死在十字架上。这被视为犹太民族的巨大背叛与堕落，最终导致上帝的震怒。公元70年，罗马帝国摧毁了第二圣殿，耶路撒冷满目疮痍，犹太人被赶出故土，开始漫长的流散岁月。此后2000年，犹太人亡国流离，圣殿不复存在。然而上帝是仁慈的，圣经的末世预言中说，在最后的日子，弥赛亚降临之时，散居各地的犹太人将重返家园，建立国家，圣殿也将再次重建。这未来的圣殿被称作第三圣殿。犹太人复国曾经被视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毕竟历史上从没有哪个消亡了2000年的国家还能死而复生。但1948年以色列奇迹般的复国了。以色列人重建家园后，心心念念的头等大事之一就是要在耶路撒冷重建他们的第三座圣殿，因为按照预言，那将标志着弥赛亚时代的开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圣殿研究所，
Temple Institute 从事重建圣殿的各种筹备工作，培训祭司，按照圣经指示制造圣殿所需的器具与乐器，收集相关文物等等。一些看似不可思议的预兆也陆续出现了。比方说2022年，他们成功培育出了5头纯正无瑕的红母牛。要知道，通体毛色红褐且毫无杂毛的母牛极其罕见，但圣经明确记载，献祭红母牛所得的洁净灰是重建圣殿进行仪式洁净的关键条件。因此，红母牛的出现被很多预言研究者视为圣殿即将重建的重要天兆之一。如今红母牛都有了种种准备，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那么问题来了，圣殿可以重建，但存放在圣殿核心至圣所内的约柜呢？它可是圣殿的心脏，没有约柜，再雄伟的圣殿也是空有其表的壳子。然而约柜自从2500年前消失后，就从未重现人间。犹太人虽然深信约柜还在人世间某处，但究竟在哪里，始终是个谜。现在有谁能找到这上帝的圣柜吗？出乎意料的是，有迹象显示约柜可能已经被找到，而找到它的不是别人，正是拥有各种黑科技的美国人。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曾启动过一项高度机密的超长计划，代号为太阳光束计划 Project Sunstreak。 这个任务利用具有遥视能力的特异功能人员远程探测隐蔽目标。所谓遥视，就是超越时空限制观看远方事物的能力。在2000年，一份 CIA 解密报告显示，传说中的约柜被遥视者找到了。参与实验的是一位编号为032的遥视者，他事先并不知道要观察的目标是什么，只获得了一组代号坐标。按照指令，他进入冥想状态，开始看见了某个中东地区地下深处的场景。他描述道，那里有一间隐秘的地下室，藏着一个由金银和木头制成的容器，外表装饰着6翼天使的图案，容器的样式和特征和传说中的约柜非常吻合。遥视者接着观察到，地下室上方的地面建筑看起来像一座伊斯兰圆顶清真寺，周围说着阿拉伯语的人们身穿白色长袍。他感受到这个神秘容器散发出强大的灵性力量，仿佛受到某种神圣的保护，并在报告中记录到，这个目标与仪式、记忆、致敬和复活有关，具有强烈的精神与历史意义。如果未经授权强行打开容器，将遭某种未知力量毁灭。如果他的远程观察真实无误，那么很明显，约柜如今被珍藏在某个阿拉伯国家境内，而线索直指耶路撒冷最敏感的地方——圣殿山上的清真寺地下。众所周知，耶路撒冷的圆顶清真寺正是建在昔日犹太圣殿的遗址上。如果约柜果真在那清真寺底下的密室中，对以色列人来说，想取回来可就太难了。怎么办呢？总不能硬抢吧，那还不得引发宗教大战？不过现在有川普在啊。事实上，最近发生的这场斩首行动，伊朗政权巨变，在许多宗教预言研究者看来，很可能正是末日降临的前奏。而推动这一切剧本展开的，居然是川普。上面提到，不少人把川普比作圣经中的居鲁士，认为他肩负特殊使命。这么想并非没有道理，因为连圣经本身似乎都预言到了这一幕。圣经的耶利米书第49章就记载了一个关于末世的预言，对象正是伊朗古称的以兰 Elam。 经文写道，我要折断以兰的弓，那是他们力量的支柱。耶利米书49:35又说，我要设立我的宝座在以兰，从那里除灭君王和首领。49:38最后预言，到末后的日子，我要使以兰被掳的人归回。49:39我们来解读一下，折断以兰的弓象征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设立我的宝座在以兰意味着终结极端伊斯兰政权，在那里建立新的统治，灭绝君王和首领。对应的岂不正是哈梅内伊与一众高官在此次打击中被除掉吗？最后说末后的日子使以兰人归回，被许多人解读为伊朗民众将从神权暴政中解脱，恢复自由，重新寻回真神，甚至基督信仰将在那片土地复兴，而这一切正是末日即将到来的征兆之一。不得不说，耶利米的这段预言如今几乎句句应验，让人不寒而栗。同样关于末世的圣经预言，
以西结书也提到过一场规模空前的终末战争。先知以西结预言，在末后日子将有一支来自极北方的联军入侵以色列，其中就包括波斯 Persia， 也就是现代伊朗，还有来自马各之地的统治者哥格，一般认为指向北方的强权俄罗斯。以西结形容那一场战争中联军铺天盖地而来，看似不可阻挡，但结果却是他们遭遇上天降下的可怕灾难而溃败，硫磺火焰倾泻，大地震动，北方联军最终被彻底毁灭。对古人而言，这种景象犹如火山喷发，但现代人不难联想到核武器或大威力导弹袭击的画面。现实中，当今国际上普遍被视为邪恶轴心的3个国家，伊朗、俄罗斯和中共中国，正好对应了预言中的波斯、伊朗、马各之王、俄罗斯，以及可能的东方敌对势力。巧合的是，这3国近年来相继都被川普政府狠狠打击过。美国对中共发动贸易战和科技围堵，俄罗斯在美国的支援下陷入乌克兰战争泥潭，而伊朗如今更是被打得元气大伤，政权摇摇欲坠。在这种背景下，有人把川普比作现代的居鲁士就不奇怪了。他是一个立场鲜明、支持以色列、对极端势力绝不手软的领袖人物，而预言中重建圣殿所需的国际环境，或许正需要这样的强力推手。试想，如果在川普的努力下，伊朗最终真的完成变天，如预言所述，抛弃极端的伊斯兰神权体制，甚至有可能转而成为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国家，或者至少恢复古波斯拜火教那种温和开明的文化传统，那将扫清以色列重建第3圣殿的最后障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整个伊斯兰世界内部其实分成2大派别，逊尼派和什叶派。逊尼派占全世界穆斯林人口的约85%到90%，是伊斯兰的主流。他们的宗教领袖由社群推选产生，相对而言比较开明温和，不太容易出现极端独裁的政权。而什叶派只占穆斯林总数的1%左右，主要集中在伊朗、伊拉克、黎巴嫩、也门等地。什叶派虽人少，却往往宗教狂热，更倾向政教合一的体制。当今许多臭名昭著的恐怖组织如 ISIS、基地组织、哈马斯、塔利班，严格说来其实都属于逊尼派极端分支，部分混合了极端瓦哈比思想，并非什叶派。而伊朗本身则是什叶派的大本营，也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等什叶武装的靠山，同时暗中援助着一些逊尼极端组织对抗以色列。可以说，在中东持续煽动对以色列仇恨、破坏和平的最大幕后黑手正是伊朗，而伊朗背后又有俄罗斯和中共在经济军事上提供支撑。所以，如果你觉得中东地区的穆斯林好像动不动就极端暴力，与以色列不共戴天，那其实是一种误解。多数穆斯林国家和民众是和平理性的，与以色列长期冲突对峙的主要就是以伊朗为首的那一小撮极端势力。川普在强力打击伊朗政权的同时，反而和逊尼派主导的阿拉伯国家走得很近。他促成了阿联酋、巴林等多个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及著名的亚伯拉罕协议，也获得沙特阿拉伯等逊尼派大国的默契支持。这些国家甚至开放领空和基地让美军使用，以共同对付伊朗这个区域麻烦制造者。可见，如果川普真的把伊朗这颗危险的钉子拔除了，在他的斡旋下，以色列与周边阿拉伯国家的紧张关系很可能进一步改善甚至破冰。到那个时候，有关归还约柜、重建第3圣殿的敏感议题，或许真的能被提上议程。试想，当极端分子失去靠山，中东迎来难得的和解气氛，以色列是否就有机会顺利地动工重建圣殿，并公开迎回尘封已久的约柜呢？如果第3圣殿真的矗立在耶路撒冷圣殿山上，那将会是何等震撼人心的画面。您觉得届时传说中的救世主弥赛亚会否真的出现呢？而如果弥赛亚再次降临，人类最终的末日审判又将以怎样的方式展开？欢迎大家在评论中留下自己的想法，我们拭目以待。就在几个星期前，中东的天空再次被战火染红，而这一次不是什么局部摩擦，不是代理人之间的小打小闹，而是美国和以色列联手，直接对伊朗发动了一场堪称灭国级的军事打击。最高领袖被炸死了，高层几十人团灭，海军和空军几乎全毁，
全球油价暴涨超过 50%， 中东的天然气设施被炸得千疮百孔，整个世界的能源安全陷入了1973年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而与此同时，那位我们非常熟悉的印度占星师阿南德，早在几个月前就发出了惊人的警告。他说2026年是400年一遇的重大转折点，他点明了4月份要特别小心。各位，我们现在就在4月，他说对了。但更加令人不寒而栗的是，阿南德还丢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预测。他说伊朗在短期内是输家，但在长期来看，伊朗反而会成为最大的赢家。这话听起来简直是在开玩笑，一个被炸得支离破碎的国家怎么可能成为赢家？不仅如此，一位擅长周易八卦的玄学博主竟然也提前看到了台海的结局。他说了什么？台海到底会不会打仗？2026年还有没有新的战争要爆发？今天的内容非常长，非常硬核，涉及的信息量极大。我会把阿南德的预言、88万加的警告、战争的来龙去脉、停火谈判的最新进展，以及台海和朝鲜半岛的未来走向，全部串在一起，给各位做一个深入的、系统性的分析。建议各位先点个赞，收藏起来慢慢看。好了，我们正式开始。首先，第一个大章节，我们来完整回顾这场震惊世界的伊朗战争到底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个局面的。把时间倒回2025年的12月，当时伊朗国内正在酝酿一场巨大的风暴，伊朗的货币里亚尔急剧贬值，通货膨胀飙升，物价飞涨，老百姓的日子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你想想，一个普通伊朗家庭几年前能用1个月的薪水养活全家，现在同样的薪水可能连1周的伙食费都不够。汽油在涨，面包在涨，房租在涨，什么都在涨，唯独工资不涨。终于民怨爆发了。2025年12月底，一场席卷全国的反政府示威运动在伊朗各大城市同时点燃。这不是一般的小规模抗议，这是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全国性起义。超过100个城市的民众走上街头，从德黑兰到设拉子，从伊斯法罕到克尔曼沙赫，大学生、工人、妇女、退休老人，各个阶层都加入了抗议的行列。他们的口号越来越激烈，最开始是我们要工作，我们要面包，很快就变成了独裁者去死，哈梅内伊去死。还有一句特别触动人心的口号，既不要加萨，也不要黎巴嫩，我的生命属于伊朗。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老百姓在质问政权，你花那么多钱去支持哈马斯和真主党，去搞什么抵抗之湖，可我们伊朗人自己都要饿死了，你管过我们吗？各大高校也加入了抗议，阿米尔卡比尔理工大学、贝赫什提大学、谢里夫理工大学、伊朗科技大学的学生们纷纷走上街头。伊朗逊尼派教士毛拉维在周五祈祷中公开谴责政府的回应，连流亡海外的巴列维王朝王储里萨巴列维也通过社交媒体呼吁民众继续上街，并公开请求美国总统川普做好干预的准备，以帮助伊朗人民。面对这场汹涌的民意浪潮，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选择了历史上独裁者最常选择的方式——铁拳镇压。他在最高国家机构的同意下，亲自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动用武力镇压抗议者，坦克开上街头，巴斯基民兵全面出动，全国实施宵禁，互联网被彻底切断。2026年1月8日到10日是伤亡最惨重的3天，安全部队向人群开枪。有报道称，在阿米尔卡比尔大学，一名学生在镇压中受了重伤。德黑兰周五祈祷伊玛目、强硬派阿亚图拉哈塔米甚至公开呼吁处决被拘留的抗议者。外界估算，这场镇压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高达3万到 4.3 万人，超过2万人被逮捕。整个伊朗社会弥漫着绝望的情绪，部分民众开始寄望于外力介入。美国总统川普嗅到了机会，他在1月份连续发声，公开呼吁伊朗民众继续抗议，接管你们的机构，并声称援助正在路上。他警告伊朗当局，如果继续杀害示威者，将受到非常严厉的打击。1月23日，他更宣布一支美国舰队正驶往中东，包括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和多艘飞弹驱逐舰。随后福特号航母也被派往该地区，形成了双航母压境的态势。
与此同时，美国和欧洲向伊朗提出了3项核心条件：永久停止所有铀浓缩活动，对弹道飞弹计划设下严格限制，全面终止对哈马斯和真主党和胡塞武装等代理人的支持。2月6日，美伊双方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了间接核谈判，伊朗方面表示需要回国磋商，第2轮谈判预定在日内瓦进行。表面上看，外交管道还没断，但暗地里，一场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已经悄悄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2026年2月28日，这一天注定会被写进人类历史。那是伊斯兰教斋月期间的一个周六，恰好也是犹太人的安息日。德黑兰时间上午8点15分，太阳已经升得老高，街上的人们正在开始一天的生活。所有常规的军事空袭都会选择在深夜进行，利用黑暗掩护突袭。但这一次，美以联军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偏偏选在光天化日之下动手。这是为什么？因为在过去几个月里，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部门一直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精密监控行动。他们入侵了德黑兰的城市视频监控系统和通信网络，追踪政府车辆和关键人员的一举一动。更重要的是，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 AI 大模型技术与无人机和卫星数据进行全面的即时整合分析。通过这套系统，他们终于锁定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死亡之窗。情报显示，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经离开了郊区的地下掩体。因为此前所有的空袭都是在夜间进行的，所以白天被认为是相对安全的时段。哈梅内伊选择在白天前往市中心的官邸，与数十名军政高层召开早餐会议。这群掌控着整个国家命运的人，正一边喝着红茶，一边讨论着国事。他们不知道的是，死亡已经在头顶盘旋。川普在海湖庄园下令执行史诗狂怒行动，国务卿卢比奥、战争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与他共同监控整场行动。副总统万斯和其他内阁部长在白宫战情室坐镇协调。美国海军发射多枚黑色涂装的特制战斧巡弋飞弹。有人在伊朗山区拍摄到飞弹掠过天空的画面。B-2 隐形战略轰炸机、B-1枪骑兵战略轰炸机和 B-52 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同时出动。以色列空军近50架战斗机扑向德黑兰，向哈梅内伊的地下掩体投掷了约100枚炸弹。与此同时， HIMARS 火箭系统也加入了打击行列。卫星图像很快显示，哈梅内伊的官邸遭到精准打击，建筑损毁严重，大量浓烟冒出，至少7枚导弹击中了那片高层官员聚居区。库姆、科尔曼沙赫、伊斯法罕、卡拉季等多个城市也同时传出剧烈爆炸。伊朗的空军基地、飞弹发射阵地、防御系统、巴斯基民兵总部、后勤设施全部遭到猛烈轰炸。第一天的空袭就摧毁了17艘伊朗军舰和近2000个目标。德黑兰梅赫拉巴德国际机场也遭到袭击，以军称摧毁了16架圣城旅飞机。在空中较量中，以色列的 F-35闪电战斗机在德黑兰上空击落了一架俄制伊朗雅克130战斗机，这是人类历史上隐形战机首次在实战中击落有人驾驶的战斗机。以色列还对伊朗的媒体和手机应用程式发动了协调一致的网络攻击。一款拥有超过500万下载量的伊朗祈祷应用程式被骇入，向所有用户发送波斯语推播通知，敦促军事人员和公民投诚，放下武器。通知内容包括援助已抵达和清算时刻已到。伊朗官方媒体一开始坚决否认哈梅内伊在空袭中身亡，但随着抢救无效的消息确认，他们最终在3月1日正式宣布了这个消息。阿里·哈梅内伊，这位统治伊朗长达37年的最高领袖，终年86岁，在空袭中身亡。与他同时遇难的还有国防部长纳西尔扎德、革命卫队总司令帕克普尔、最高国安会秘书沙姆哈尼以及其他数十名高级军政官员。哈梅内伊的妻子2天后也因伤势过重不治，他的女儿、女婿、孙辈和儿媳也都未能幸免。整个伊朗政权的核心领导层在一个早晨被彻底摧毁。伊朗政府随即宣布全国哀悼40天，公共机构停摆7天。川普在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段8分钟的影片声明，他开门见山地说，
这次行动的目的实质上就是为了推动伊朗的政权更迭。他列举了伊朗的罪状、人质危机、支持哈马斯和真主党，镇压国内抗议者，研发核武器。然后他对伊朗人民喊话：当我们做完的时候，接管你们的政府，这可能是你们几代人以来仅有的机会。但伊朗并没有屈服，相反，失去大脑的伊朗军队在震惊和愤怒中做出了一个极端的决定，他们几乎向周边所有能打到的国家同时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以色列、沙乌地、阿拉伯、卡达、阿联酋、巴林、科威特、伊拉克、约旦全部遭到攻击，这是一场不分敌友的疯狂报复。杜拜是受害最严重的中立国家之一。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俯冲攻击了哈利法塔附近的繁华地带，棕榈岛上著名的费尔蒙酒店被引燃起火，杜拜码头的住宅区也受到波及。重点是，杜拜根本没有美军基地，多哈郊区的住宅大楼被击中，巴林的一处居民区塔楼被无人机命中，一个11岁的科威特小女孩因为飞弹碎片而受伤身亡。阿联酋表示，拦截碎片坠落在阿布达比和杜拜，甚至连阿拉伯塔也受到了损害。在以色列，一枚伊朗导弹突破防空系统，直接命中贝特谢梅什的一间犹太会堂，造成9人死亡，11人失踪，51人受伤。特拉维夫的一处住宅区也遭到袭击，一名女子死亡，27人受伤。这种无差别攻击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伊朗把几乎所有的邻国都推到了敌人的阵营里。一向帮伊朗做外交斡旋的卡达，在自己的液化天然气设施遭到攻击后立即翻脸，驱逐伊朗外交官。沙乌地阿拉伯声明保留回击的权利，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就连约旦都宣布击落了2枚伊朗弹道飞弹。伊朗总统佩泽希奇扬后来不得不为攻击邻国一事公开道歉，表示这是内部沟通不畅造成的。但这个道歉恰恰暴露了伊朗内部的严重分裂，总统和革命卫队之间根本就不是一条心。接下来最要命的是荷尔木兹海峡，伊朗利用低成本的无人机和反舰飞弹对航经波斯湾的油轮发动攻击，形成了事实上的局部封锁。这条只有33公里宽的海峡承载着全球大约1/4的石油贸易。伊朗宣布禁止美国和以色列以及其支持者的船只通过，国际油价在短短20天内暴涨超过 50%， 全世界的加油站价格飙升，航空公司成本暴增，物流费用直线上扬。根据摩根士丹利的报告，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进入了极度紧张的状态，约 20% 的供应处于离线状态。这场能源危机的冲击波迅速传遍全球每一个角落。在欧洲，本来就因为俄乌战争而能源紧张的各国再次陷入恐慌，天然气价格暴涨，工厂面临减产压力，民众的暖气和电费账单让人心惊胆战。在亚洲，日本和韩国这2个高度依赖中东石油的国家首当其冲，日本超过 90% 的石油来自中东，韩国的情况也差不多。荷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他们的能源供应几乎就是在走钢丝。分析机构指出，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已经进入极度紧张阶段，约 20% 的供应处于离线状态。预计2026年第3季度，亚洲液化天然气基准价格将达到每100万英热单位30美元，第4季度更会攀升至 32.5 美元。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在2026年预计出现约1500万吨的供应缺口，原本预计2027到2028年会出现的供应过剩预期，已被中东供应中断彻底打乱。对美国自身而言，这场战争的经济代价也在迅速显现。经济学家预计，在战争引发的能源冲击下，美国从今年到2027年的经济增速都会放缓，通货膨胀会进一步升温。中东地区原本是美国科技巨头竞相投资的热土，甲骨文、亚马逊、谷歌和微软都在这里布局了 AI 和数据中心业务。但战争爆发后，这些投资全部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伊朗的导弹甚至击中了位于阿联酋的美国科技公司云端基础设施，逼得科技巨头们重新评估在中东的战略布局。有评论说，这场战争不仅炸毁了伊朗的设施，也同时炸毁了美国在中东辛苦建立的科技投资生态。而且大家不要忘了，美国国内对这场战争的态度也并不是铁板一块。
有不少美国民众和政客在质疑，为什么美国要花天文数字的军费去打一场遥远的战争？13名美军阵亡，365人受伤，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真实的美国家庭。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在新闻发布会上用了一句很微妙的话：没有愚蠢的交战规则，没有国家建构的泥潭，没有民主建设的演练，我们为赢而战，不浪费时间或生命。但问题是，什么算赢？哈梅内伊死了，伊朗就会屈服吗？从目前的战况来看，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革命卫队仍然在打，而且越打越有韧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在荷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中，中国的邮轮和商船成为少数获得伊朗特许放行的船队。印度、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邮轮也少量获得通行。国际媒体因此出现了中国恐怕才是这场战争最大赢家的辩论。支持这个观点的人认为，川普和以色列单方面开战，让西方世界更加分裂。美国短期内无法将注意力转向印太地区，而中国不仅能稳定获取伊朗石油，还在乱局中强化了自己的相对优势。进入3月，战事持续升级，而且越打越凶。3月15日，伊斯法罕地区遭到猛烈空袭，设拉兹附近传出20次爆炸声。3月17日，以色列趁火打劫，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发动了地面入侵。以色列国防部长表示，这次行动将类似加萨战争，暗示可能无限期占领部分黎巴嫩领土，战火蔓延至黎凡特地区。3月18日，以色列做出了最具争议的决定之一，轰炸伊朗南方海岸的南帕尔斯天然气田。这是全世界已知最大的天然气田，由伊朗和卡达共同开采。伊朗 80% 的电力来自天然气发电，而国内天然气又有 80% 来自这个气田。以色列这一炸等于直接掐住了伊朗的经济和民生命脉，全球天然气价格应声暴涨，新一波能源恐慌席卷国际市场。伊朗的报复来得又快又狠，他们攻击了卡达拉斯拉凡工业城，这是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他们还攻击了巴林和阿联酋的大型工业设施，以色列南部的化工厂、科威特的海水淡化厂和发电厂。每一次攻击都在加深这场冲突的破坏性和持久性。截至4月初，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对伊朗境内超过 1.1 万个目标进行打击，伊朗的海军和空军几乎全灭，但革命卫队仍然在顽强抵抗。他们开发出一种被称为降雨式弹头的集束飞弹，单枚可携带20到80枚子弹药，在约7公里的高空散布，覆盖范围达10到20公里以上。这种武器的可怕之处在于，它能在高空提前释放子弹药，让原本的单一目标瞬间变成数十个小型威胁，极大地增加了拦截难度。以色列的大卫投石所防空系统拦截高度约15公里，如果子弹药在更高空就提前散布，就根本无法有效应对。只有它和标准3型等中高层拦截系统才能在子弹药释放前进行拦截，但这些拦截弹价格极其昂贵，且库存有限。在5周的高强度攻击下，防御方面临严重的消耗压力。就在最近几天，伊朗的防空系统更打出了漂亮的反击，他们成功击落了一架美军 F-15E 双座战斗攻击机和一架 A-10 攻击机。F-15E 的2名飞行员在伊朗境内弹射跳伞，其中1名武器系统官在山区躲藏超过1天。美国中情局动用了独家设备定位他的位置，并刻意在伊朗境内散布假情报，试图引开追捕部队。最终美军特种部队深入伊朗山区才将其救出。另一架 A-10 攻击机在荷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飞行员获救。截至目前，美军共有13人阵亡，365人受伤。伊朗方面则公开展示了防空飞弹击中美军战机的瞬间画面，声称他们的领空已经成为侵略者的危险禁区。战争打到现在已经超过5周了。谈判方面，美国曾通过第三国向伊朗提出48小时临时停火建议，但伊朗拒绝了，并以持续的火力打击作为回应。目前各方正在讨论一项2阶段协议，先推动为期45天的停火，在此期间协商永久结束战争。关键的争议点在于荷尔木兹海峡的全面重新开放，以及伊朗高浓缩油库存的处理。
但伊朗拒绝在伊斯兰堡与美方官员会面，并明确表示美方提出的条件不可接受。卡达也拒绝充当调解方。土耳其和埃及仍在努力斡旋，考虑将多哈或伊斯坦堡作为新的谈判地点。川普则再次向伊朗下了最后通牒，要求在限期内开放海峡，否则将轰炸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伊朗外长回应说，摧毁民用设施无法迫使伊朗屈服。革命卫队更强硬地表示，荷尔木兹海峡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战略变化，永远不会回到过去的状态。伊朗陆军司令甚至放话，要把敌军士兵打回石器时代之前。好了，了解完目前的战况以后，我们终于要进入今天的重头戏了。阿南德到底预言了什么？他说对了多少？他对未来又有什么更惊人的判断？把时间拉回2025年12月24日，阿南德在他的 YouTube 频道发布了一段关于2026年的预言影片。隔了几天，12月30日他又发布了一段补充影片。这二段影片后来在全球华人圈引发了巨大的讨论。阿南德的核心观点是，2026年是一个400年一遇的重大历史转折点。他说，自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全球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各种冲突与变局不断，平民伤亡人数突然大幅增加，而2026年将是重大转折的一年。他点明了4个需要特别关注的高风险区域：中国西北和东北地带、菲律宾、北韩以及朝鲜半岛周边国家。他特别强调，一旦北韩出现重大变化，影响恐不仅限于区域层级，甚至可能牵动整个自由世界的局势。他还提醒，2026年有3个关键月份需要特别小心：4月、7月和11月。各位，4月的预言已经精准命中了。我们正处在美以伊朗战争最激烈的阶段，全球能源危机正在蔓延，国际油价飙升，中东多国遭到波及，停火谈判陷入僵局。阿南德的4月预警不是在说笑。然后阿南德最近接受了2次采访，专门就伊朗局势发表了看法。他的判断非常清晰。他说，从占星学的角度看，中东的冲突还会继续恶化，整个中东都会被拖入高压之中，伊朗是危险的中心。他预测会有大量平民因此死亡，要求政权改变的抗议者会遭受独裁政府的镇压。对照现实，这些是不是全部应验了？阿南德还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节奏判断。他说，接下来局势或许会短暂降温，出现一段表面上的和平，但他强调，这种和平不是真正的和平，很可能只是伊朗向美以妥协的结果。对伊朗来说，这段时间是下一次反击的缓冲期，这种平静不会持续太久，因为在伊朗休养生息之后，还会爆发新的冲突。这段话对照当前的局势，简直就像是在看剧本一样。45天停火正在谈，如果谈成了，表面上看起来是和平了，但按照阿南德的说法，这只是中场休息，新一轮的冲突在几个月后几乎必然会再次爆发。那么9月呢？如果4月底真的停火了，经过大约4到5个月的休养生息，9月前后恰好就是缓冲期结束的时间节点。虽然阿南德没有直接点名9月，但他提醒的7月和11月2个窗口，加上他休养生息之后再开战的逻辑推演，9月到11月之间确实是一个高度敏感的时段。但阿南德最震撼人心的预言是他对伊朗长期命运的判断。他丢出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懵了的话：短期来看，伊朗是输家，但从更长远的角度看，伊朗反而可能成为最大的赢家。怎么可能？一个最高领袖被炸死，高层团灭，军队几乎全毁，能源设施千疮百孔，经济几近崩溃的国家，怎么可能是赢家？阿南德的逻辑是这样的，他认为伊朗目前的政教合一体制恰恰是这个国家最大的枷锁。这个体制压制了伊朗人民的活力和创造力，把国家的资源浪费在支持海外代理人武装和对抗西方上面，却忽视了国内民生。阿南德认为，这个体制最终一定会被推翻，但推翻它的主要力量不是美国的炸弹，而是伊朗自己内部的内乱、内斗和权力厮杀。他的原话大概是这样的：从短期来看，最有可能发生的结果是，现在伊朗的统治体系可能会被彻底推翻，其运作方式也会随之改变。我预计它会逐渐脱离现在这种政教合一体制，这种变化极有可能发生。他还说，从占星学的角度看，
伊朗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变成一个真正的核武强国，但如果再往后看，到了2035年之后，一个全新的新伊朗会出现。他说，从长远来看，我认为新伊朗是一个正在迅速复兴且非常强大的国家，所以我不太觉得会出什么严重问题，反而整体发展看起来相当乐观。而这个新伊朗反而有可能拥有核武器，这个逻辑其实如果你仔细想想，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历史上有太多类似的案例了。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被打得稀巴烂，但战后重建反而让他们摆脱了旧体制的束缚，成为了经济强国。苏联解体的时候，整个俄罗斯陷入了混乱，但今天的俄罗斯依然是世界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力量。有时候，灾难不是终点，而是浴火重生的起点。如果阿南德的预言最终成真，那美国和以色列这场史诗狂怒行动的最终历史评价，可能远比他们现在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他们可能摧毁了一个政权，但恰恰为一个更强大的对手的诞生扫清了道路。历史的讽刺莫过于此。其实你仔细回想一下波斯民族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个民族的韧性是惊人的。波斯帝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从居鲁士大帝到大流士一世，他们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横跨3大洲的超级帝国，后来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但波斯文明并没有消亡。再后来被阿拉伯人征服了，被蒙古人征服了，被铁木尔征服了。每一次被打倒，波斯人都重新站了起来。他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节日，叫诺鲁兹，就是波斯新年，庆祝的就是春天的到来，寒冬之后大地复苏。这个节日已经延续了3000多年，经历了多少王朝更迭，外族入侵都没有中断过。所以阿南德说伊朗会在废墟中重生。从波斯文明的历史基因来看，这个判断其实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伊朗拥有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口，这些人在现行体制下被严重压抑。一旦政教合一的枷锁被打破，这些人的创造力和活力将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再加上伊朗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优越的地理位置，深厚的文化底蕴，一个自由的现代化的新伊朗确实有可能成为中东最强大的国家。从这个角度看，阿南德说伊朗是最大赢家，或许并不是在开玩笑。好了，说完了中东，我们进入今天的第3个大章节，也是所有华人最关心的话题——台海。巴巴万加，保加利亚的盲眼预言家，他对2026年的预言去年底再次被大量翻出讨论。根据英国镜报的报道，他曾预言2026年将爆发一场涉及主要世界强权的大规模战争，这场冲突将蔓延至多个大陆，引发政治不稳定和全球紧张局势升高。它被解读为预言了中国将对台湾采取决定性行动，以及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将出现直接对抗。他还预言伴随而来的将是毁灭性的金融海啸，全球经济体系面临瓦解，货币价值归零，人类可能被迫回归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龙婆甚至还预言2026年11月，地球将首次迎来外星文明的造访，一艘巨大的太空船将进入地球大气层。关于俄罗斯，他预言会出现一位新领导人，一个被称为大师的神秘人物会崛起并主导全球政治。在科技方面，他预见 AI 将在2026年彻底改变人类文明，从工作到社交都将被渗透。不得不说，龙婆的预言一向都是模糊和隐晦的，很多都是后人附会解读。但他曾被认为精准预言了911事件和切尔诺贝利核灾，所以他的话确实会引发大量关注。中东战争的爆发似乎也与他战火从东方引爆的说法有某种程度的呼应，这让人们对他的其他预言也开始认真对待。那台海到底会不会打仗？我们来看看几位不同背景的分析者怎么说。阿南德本人在最近的采访中并没有直接谈到台海，他点名的高风险区域主要是朝鲜半岛和中国的西北东北地带，焦点放在北韩可能出现的重大变化上。擅长用周易八卦分析时局的玄学博主吉利小师妹，最近在他的节目中专门推演了台海局势。他的卦象显示，台海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注意，他用的是微乎其微4个字，这个结论
跟龙婆的预言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另一位更被主流媒体关注的艺术大师李咸阳，他为台湾2026年起的卦是天地否，否卦在64卦里排名第12，紧跟在代表通畅和谐的太卦之后。否的意思就是上下不通，内外阻隔，天地之间的气不相交，万物停滞不前。但关键在于，否卦虽然代表困境，却并不代表战争，它更多指向的是内部的分裂、沟通的不畅、上下层之间的疏离。李咸阳的解读很精辟，他说台湾在政治方面最需要的是不同立场的人对话、交集、一致、团结才会更好。台湾在科技产业上依然亮眼， AI 和半导体继续领跑全球，但大多数普通家庭还没有感受到实际的收入提升。这种上面很好，下面没感觉的落差，恰好就是否卦上下不通的体现。而且在易经的哲学里面，有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叫否极泰来，坏到了极点，好的转机就会出现。所以否卦虽然难受，但它同时暗含着触底反弹的可能性。重点是你在否的阶段能不能稳住自己，不做出错误的决定。至于中国大陆的卦象，李咸阳起的是火地进，进卦代表日出大地，光明渐进，是一个稳健向好的卦象。他的解读是中国在2026年展现出不再急着证明自己的状态，经过多年调整后，方向开始站稳，但民间暂时还不会全面有感。综合所有这些分析，我的看法是，台海在2026年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确实不高。原因很简单，美国正深陷中东泥潭，365人受伤，13人阵亡，每天的军费开支是天文数字，全球能源市场一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根本无暇顾及印太地区，而中国也很清楚，趁乱动手只会把自己拖入更大的麻烦。况且中国目前在伊朗战争中反而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何必自找风险？但是不会开战不代表可以高枕无忧。否卦提醒的上下不通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警告。你看看台湾现在的社会氛围就知道了，蓝绿对立依然严重，世代之间的观念差距越来越大，科技精英和普通上班族之间的收入鸿沟不断扩大，这些都是否的表现。在一个充满外部不确定性的年代，如果内部还在互相撕裂，那才是最危险的。而且台湾还面临另一个很现实的挑战，美国目前深陷中东泥潭，战争消耗了大量的军事资源和政治注意力。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此前表示，川普总统任内的目标是要将台湾半导体产能的 40% 转移至美国。半导体专家对此表示质疑，认为即便美国方面动能非常强劲，但从现实条件来看，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这个表态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问题，美国在保护台湾的同时，也在试图削弱台湾的核心优势。这种既要保你又要挖你墙角的矛盾态度，恰恰就是否卦里上下不通的另一层含义。所以台湾的朋友们，与其整天担心对岸会不会打过来，不如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解决内部问题上，团结一致，缩小贫富差距，让科技红利惠及更多人，这才是否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好了，最后一个章节，2026年还有没有新的战争？阿南德点名的北韩是最令人担忧的。他说北韩一旦出现重大变化，可能牵动整个自由世界。而他提醒的7月和11月2个时间窗口都还没到。要知道，北韩目前的领导人金正恩在过去几年里健康状况一直受到外界的猜测和关注。如果北韩内部出现权力交接或政治动荡，朝鲜半岛的局势可能瞬间失控。南韩正处于自己的政治危机当中，之前的戒严风波让整个国家元气大伤。日本则一直在加强军事能力，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中国对朝鲜半岛有着巨大的战略利益，美国在这个地区驻有大量军队，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触发连锁反应。菲律宾和南海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火药桶。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的对峙近年来不断升级，从仁爱礁到黄岩岛，摩擦事件频发。虽然双方都极力避免擦枪走火，但在一个各国神经都高度紧绷的年份里，误判和意外发生的概率会显著增加。李咸阳为2026年全球起的总卦是水山茧，茧卦的意思就是前方有险，
行路艰难，不宜冒进。他的解读非常深刻。他说2026年不是崩盘年，但比崩盘更考验人心。各国都知道旧方法不行了，但还没找到新方法，冲突容易被放大，小问题会被情绪化处理。对普通人来说，最焦虑的不是收入减少，而是对未来缺乏确定感。不过阿南德也没有全然悲观。他说2026年同时也是医疗和科技突破的一年，特别是医学技术会有令人兴奋的进展。他还特别澄清了一个谣言，有人说他预言中国将崩溃，他明确否认了，说他从没发现任何星象显示中国会崩溃。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网络上充斥着大量对预言断章取义或刻意歪曲的信息。我们在接收这些消息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说到这里，再提一个有趣的巧合，去年年底，中国央视公布了2026年春晚的吉祥物4匹骏马，官方寓意是奇迹驰骋，势不可挡。结果引发了一场意外的舆论风暴，因为不少网友发现这4匹马在配色和造型上竟然与圣经启示录中象征瘟疫、战争、饥荒与死亡的天启4骑士高度相似。白马代表征服，红马代表战争，黑马代表饥荒，灰马代表死亡。当然这极有可能只是巧合，设计师大概从来没想到过启示录这回事。但在2026年这个中东战火纷飞、全球能源危机蔓延的年份里，这种巧合确实让不少人感到脊背发凉。另外，88万家预言的2026年11月，人类将首次与外星文明接触，一艘巨大的太空船将进入地球大气层。这个预言嘛，怎么说呢？目前看起来是所有预言里最不靠谱的一个。但考虑到2024和2025年美国国会曾多次就不明飞行物体举行听证会，五角大楼也设立了专门的调查部门，说不定我们对不可能这个词应该更加谦虚一点。世界上最荒谬的预言，有时候反而最容易让人措手不及。说到底，预言到底有没有用？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人而异。阿南德的预言有精准命中的部分，也有没有完全应验的部分。比如他2020年曾预测第3次世界大战会爆发，参与国家是美国、伊朗、印度和巴基斯坦，但那一年并没有发生世界大战。他也预测过2021年2月会发生经济崩盘，结果虽然全球股市确实有波动，但并没有真正崩盘。所以预言这种东西确实只能当作参考，不能当作行动指南。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不管预言准不准，2026年确确实实是一个充满变数的年份。从伊朗战争到全球能源危机，从中东地缘政治的重新洗牌到亚太局势的暗流涌动，从 AI 技术的飞速发展到传统秩序的加速瓦解，每一件事都可能产生蝴蝶效应，牵动整个世界的命运走向。我们每一个普通人能做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李贤阳说的最好，2026年的关键不是追求快速答案，而是学会在混乱中稳住自己，不急着做出错误决定，不要被社交媒体上的恐慌情绪所裹挟，不要因为一条惊悚的新闻标题就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力。保持学习，保持思考，保持与身边人的连结。毕竟人类走到今天，经历过冰河时期、黑死病、2次世界大战、核武威胁、金融海啸、全球疫情，每一次都以为世界要完了，但每一次我们都活了下来，而且活得比以前更好。2026年也许是考验我们的一年，但它也可能是孕育新机会的一年。阿南德自己也说了，这一年在医疗和科技方面会有惊人的突破。黑暗与光明从来都是并存的，关键在于你选择看见哪一面。总结一下今天聊的所有内容。第一，阿南德对2026年4月的预言已经精准命中。美以在2月底对伊朗发动史诗狂怒行动，炸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数十名高官，但伊朗并未屈服，战火蔓延至整个中东，全球能源安全遭受严重冲击。截至4月初，战争已持续5周，超过 1.1 万个目标被打击，双方伤亡惨重。第二，4月底的停火谈判正在进行中，但前景不明。美伊双方正讨论45天的2阶段停火方案，关键争议在于赫尔木兹海峡开放和伊朗浓缩铀问题。但阿南德警告，即使达成停火，也只是暂时的平静，
伊朗会利用缓冲期休养生息，之后冲突必然再起，9月前后可能就是这个缓冲期结束的节点。第三，阿南德最惊人的预言是，伊朗将成为长期最大赢家，旧的政教合一体制会被推翻，但不是被外力摧毁，而是被内部变革所取代。2035年后，一个全新的、脱离政教合一的、更加强大的新伊朗将会出现。波斯文明数千年的韧性和伊朗大量受教育的年轻人口为这个预言提供了现实基础。第四，关于台海，吉利小师妹用卦象推演，认为战争可能性微乎其微。李贤阳为台湾起的天地否卦指向内部分裂和上下不通的挑战，但不指向战争。多位分析者的观点形成共识。2026年台海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几率不高，但内部问题和外部压力仍需认真面对。第五，北韩和朝鲜半岛是最需要关注的潜在热点。阿南德的7月和11月预警尚未到来，南海局势也值得持续观察。全球正处在旧方法不行，新方法未明的转型中段，任何小问题都可能被放大。第六，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最重要的不是预测未来，而是准备好自己，保持心理韧性，保持理性判断，保持与身边人的连结，不被恐慌裹挟，不急着做错误决定。否极泰来，冬天过后就是春天。